异种青光雕，虽说只是武技要手，但可以变化身形大小，作为宗门灵兽正合适。白凤仙子，先前风日城一别，甚是想念呐。既然人都到齐了，咱们就开始吧。那是自然，请吧，两位。诸位青年才俊，你们能获得本次的参会名额，想必也是各宗门内年轻一代中演的还挺像的。嘘，且听他们讲解规则。往届只是单纯比试，既然本次由我百草院主理，那便加入点新规则吧。比试依旧是抽签进行2两对决，抽中的2人上场，然后先将此灵珠送至对方法阵的获胜，伤及对手性命取消资格，破坏场地机关的也取消资格。哦，有点意思。这百巧院为了争此榜首，还真是舍得。这是本届榜首的奖品，由3派高层准备的定灵丹1枚。此外，排名前10之人均可获得任选顶阶法器的奖励，亦可获得进入灵眼之术的资格。这还差不多，不用太显山露水也能过关了。3派试剑正式开始。多吓人说啊！这样的比试里，藏拙的余地可就多得多了。获胜者，古剑门梦迪。九灵剑体，有机会真想领教一下。那你当初为何不去古剑门呢？别埋汰我了，世家上门的做法，我可学不了。下一组选手，落云宗韩立对古剑门姚峰。炼气对筑基，这差的也太多了。是，云宗已经如此没落了。就是。哎，韩老弟，对方是筑基修士，你可悠着点儿，一定得活着回来。不是吧？炼气期染上这个台，听说好像是个富家子弟。哼，只能说是有钱运气好罢了。这就是各派好手，绝非花拳绣腿之辈。我说白凤仙子，怎么连炼气11层的弟子都通过宗门选拔了？啊？11层，宗门选拔时还是10层，看来最近又有精进。那倒是有点意思了。小子，早点认输吧，当众欺负个炼气期的小辈，我也不光彩。没事，我尽量让你光彩些。
什么把戏？查实，场地并未损毁。洛云宗韩立胜。过程虽有些取巧，但能同时激发如此多的火弹符，还可精准控制破坏范围。看来手法上还真下了一番苦功啊！但终究只是练气气，掀不起什么风浪。且看最后前10名花落谁家吧。洛云宗穆佩灵胜。此番也算是故地重游了。遥想当年，我为古剑门夺得魁首已过100载，而时至今日，这魁首之位依然为我古剑门所夺。2位道友，承让。可惜这定灵丹缓解结婴心魔的作用，对九灵剑体注意不当。不知白道友可有意愿与我们交换呢？你这老家伙，从头到尾都是算计。不过这次洛云宗的成绩倒是有点意思，前10之内竟有4人入围，其中2人竟还是练气气，假以时日，必成大器啊！要不是主人刻意放手，他那个什么宝贝九灵剑体，还不是随手便打杀了？我又不是什么杀人成性的青年老魔，不过
此地不愧是3派气运所系，还不知有多少结丹修士藏于暗处守卫。人都到齐了，本次事件大会已然结束。按照约定，排名前10的弟子已准备就绪，随时可以进入。这禁制不错，能将这通天巨木的气息隐藏得如此彻底。若有机会，定然要仔细参详一番。这树长这么大，还不得数万年了，竟能保留到现在，没在当时的大战中。哎呀，怎么了？没事，好像想到了什么，头痛了一下。不愧是3派高层联手布下的阵法。神识隔绝，无法探查。元婴修士。蓝师伯，您怎会在此？没看到正下到关键之处了吗？等老夫下完这盘棋再说。遵命。赢了，赢了！蓝前辈棋艺高超，晚辈甘拜下风。魏师姐，你没有故意相让吧？若是故意留手，老夫可就不开心喽。岂敢欺瞒师叔？果然啊，还是老夫棋艺高超呀！哎呀，好了好了，一会儿再继续。老夫先办正事。白师侄，你加入古剑门多久了？回师伯，晚辈入门已有100余年了。哦呦，100多年了都，真是难为你了。师伯此话何意？何意？你身为正道盟浩然阁阁主的关门弟子，却在本门一待就是这么久，可曾想过回去看看令师啊？此话当真？哼！白道友，现在回头还来得及，千万别做傻事。老傅啊，没想到也有你来教训我。老白，别做傻事！
本门的太白化气少，岂是让你对付同门的？好了，来人，将他带下去，关入克隆库。等我们几个老家伙商量完，再行处置。是。元婴剑修，竟能将剑气修炼至如此不可思议的地步。不过这儿还有一个，不知是什么来路。好了好了，你们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老夫要继续下棋了。没想到白道友竟是……他在古剑门地位不低，此番事情败露，恐怕后续的影响会不小。还不知道其他门派之中被安插了多少细作。唉，咱们这天道盟号称是中立，但夹在正魔两道之中，又谈何容易啊！此术就是灵眼之术的核心了。此圣术以人通灵，竟好似活物。喂，师兄。你是当年那个小丫头，已是结丹修士了。程师伯得知你出关，问你何时能回去，他一直在等着你。哦，冯师兄也非常挂念你。好了，当年的事莫要再提。我进入此地时就发过毒誓，一日不结鹰，便一日不出山。况且宗内有你们在，足矣。春夜还未到汲取的最佳时机，我先将明清灵水最后一步调配完成，你们先在此静待片刻。韩兄，你叫我。我记得你精通土遁之术，能否从地下潜龙的光照之中，为我取一截灵眼之术的树根出来？好，我试试。难道此人还有同伙？能在我神识探查之下藏匿的，只有在场的3位结丹修士。是谁？韩兄，这灵眼之术根部同样有光照禁制。我虽然有办法可以强行遁入，但不敢保证不惊动那个同样在罩内的结丹修士。且先回来，估计此地不久之后会有一场混乱。上述禁制出事了，外面突然出现一群人在攻打外阵，不仅有结丹系，还有元婴老怪，还是伯虚主持大阵了。你们2位随我前去策应，我会守好这里的。在此期间，凡进入此地的，就地格杀。你们这些低阶弟子，先去静室躲避吧。
听这动静，像是元婴级的大战。如此手笔，除了正道和魔道六宗，也不做他人想了。韩老弟，咱们这也算赶上大事件了吧？重重禁制之下，还能有这么大动静？这上面估计是元婴大战了吧？这元婴大战得打成什么样子呀？这我倒是见过。希望宋师叔能平安无事。真没想到，古剑门的白师叔竟是正道盟的奸细。那位前辈，说起来也是一位可怜之人。小杜，你这话什么意思？韩师兄，你认为在下说的有道理吗？我对白师叔不太了解，不好妄自评价。是吗？我倒是觉得，小杜，你没听见我问你话吗？听得见，只是实在没有兴趣回答废话。且慢，你到底是谁？魔道六宗之一，天幻宗少主，这个答案是否令大家满意？白师叔，白道友倒是悠闲。魔道贼子，休要阴阳怪气！若非那老怪物还想留我性命去谈交易，今日差点就陨落于此了。我也没想到那火龙老怪物会亲自出马，不过一切都在预料之中。恩师叔和贵阁的金镜前辈，应该能为我们争取足够的时间。莫要轻举妄动，老实点！大罗千幻诀，不愧是千幻宗正派秘法。要说这藏匿逃逸的本事，天南无出其右。是，正道、魔道都来了。韩老弟，小子，早看你不顺眼了。咦，就这么死了？你这是作甚？这些弟子当中有一个天恨老怪的嫡系后人，切不可贸然出手。哟，哼，真没气儿了。这姓韩的有古怪，我怀疑他故意隐藏实力，是故先下手为强。这天恨老怪物的后人绝不会是此人。你心里有数就好。好了好了，剩下的人就全都躺下吧。好吧。绝，天南无出其右。韩兄，观我这天狐迷灵大法如何？是不是在那大罗千幻诀之上啊？的确不错，不过若是他们修为再高些，就不一定能瞒过去了。韩兄，定灵丹也拿到了，咱们撤吧。不，跟上去看看。
确是宗主手牌不佳，但是不行，就是不行。魏兄，别忘了，你可是天煞宗的人，在这待久了，还真把自己当成这儿的一份子了。人非草木，孰能无情？程长老待我如亲子一般，不仅救我性命，传我神通，还力排众议，意图让我接掌落云宗。恩情累累，实在难以偿还。魏兄所言，白某亦是感同身受。只是假的，终究是假的。令台中师尊流言，正魔两道在木兰草原附近发现了一株上古时期的玄天仙藤。为了救活这仙藤的一丝缥缈可能，竟不惜代价将我们这些潜伏在三派多年的案子一口气全部启动。纯叶我可以分给你们，但这圣树本源乃三派根本之所在，是断不能让二位染指的。白道友，仙藤势大，把纯叶给我们，我们便离开。玄天仙藤，怪不得正魔两道如此舍得下本。他怎么在这里？那外面是何人正在御敌？难道说……希望二位说到做到。圣树纯叶乃我三派至宝，岂能拱手自提？果然是三派高层联手设局。此事老夫是断不能答应的。很好，你们既然主动跳出来了，那老夫倒也不用再辨别了。不可能，你们不是去外面支援了吗？就凭本老怪和精进书生俩人，就能让我们无暇分身？此时啊，他们应该被程吕两位道友困住了。现在外面的动静，是老夫叫人故意搞出来的。不给你们一个教训，还真以为我们天道盟软心呢。老夫不愿以大欺小，是你们束手就擒呢，还是让老夫活动一下手脚呢？蓝施主，大事不妙！罗云宗程长老发来传音符，他们和派去的修士中了埋伏，除了有千幻宗和浩然阁，还有天煞宗的人，如今正陷于苦战，急需增援。好啊，你们这些魔崽子，竟给我们几个老家伙玩套中套，看老夫不活剐了你们！借体施法，你是天煞真君？棋差一招啊！附身大法不对，似乎更为精妙。看来师叔这人实力还在基因之上。这星位的蛰伏之前就被种下刻印了吗？为何会突然启动？难道是那个令牌？不愧是大名鼎鼎的火龙童子，蓝道友见多识广，认出了本宗主。可惜啊，今日不是真身之死，无法尽情切磋一番。我用这具附身之躯拖住他，你们务必把纯叶带回去。是。走。
积血变化成我重伤的样子，我会尽快返回与你会合。主人，我刚才已经演成尸体了，这还怎么重伤啊？想办法。救命！好妃子，这些毒瘴也奈何不了老夫。只要让你不痛快就行。这是天煞诀，凭据化身就想给我煞气反噬。今日老夫定要拖住你。都走了，该行动了。邪魔外道，竟然利用自己的亲传弟子做死剑，彼此彼此。看来是真不想让我们走啊！分头对敌，正合我意。白师兄，不要一错再错了！师妹，我回不去了。都是些蠢材。童子就这点本事吗？怎么束手束脚？我不是怕伤了这圣树吗？休想动圣树一分一毫！还真有些棘手啊！就凭你一个人，还是附身状态，护不住他们的。谁说我要护住他们来着？生死本无常，若是惜命，怎能逆天而行？今日便用这逆徒一身精血，让你见识一下紫罗玄功的真正威力。你竟然连自己门人都不顾了！如此一来，他必死无疑。这逆徒与落云宗那些废物为伍，早已背叛了本宗，自是死不足惜。准备接招吧！是吗？哎，小老二，你去哪儿？老夫再和你纠缠下去，那俩小子要跑了，杀了那俩小兔崽子不就得了？我们此次付出这么多，不会让你轻易破坏的。
绝对的劲敌，却成了灯下黑的盲区。事不宜迟，拿到灵兽根部，速速离开。是你？你怎么会在这儿？你不是奉命守在外围？哈，今日此地，还有以真面目示人之人吗？既然遇见了，那就去死吧！且等后期。藏得这么深，是老夫看走眼了。道友究竟是哪一派的？难不成是陆云宗的暗子？没想到还藏着你这么一位。明知得不到答案，道友又何必有此疑问？天道盟早已千疮百孔，整个天南都是。那一天已经不远了，可惜还是没能完成使命。这所谓的圣术，就给老夫陪葬吧！这虫子，难道你是？此等自毁之法，此前从未见过，连初代都没有留下。正道、魔道，不对，都不对。天南和乱星海都没有见过这种。是哪个势力派来的疯子？此生术对三派和天道盟过于重要。若是伤其本源，难免打破天南的势力平衡，还是少取一点吧。知识、功法以及炼丹心得，其中还有定灵丹和明清灵水的炼制之法。那名魏姓修士为何将这些东西记录下来并留在此处？难道是已经预知到了自己的命运？怎么办？好生棘手啊！要不把这些人都灭口？哎呀，哎呀！
你嘀嘀咕咕什么呢？如实应对不就好了？就说高价买了幻术符，重伤时保全性命。可是刚刚那一下，看上去可不仅仅是重伤吧？哎，这是什么呀？此物为望尘丹，多给他们吃几颗，就不记得此间之事了。动作快些，估计上面的战斗快结束了。嘿。主人为何熟忍至死呀？哎，咱们昏迷的时候，肯定出了什么大事儿，而且那个小鹿也不见了。各位长老的脸色，一个比一个难看。我怎么好像忘了什么事儿似的？是不是给他喂的太多了？无妨。此次的肃清计划可谓是灰头土脸，不仅死伤了数位结丹修士，洛云宗2位元婴长老还遭到了天煞宗和千幻宗的伏击。程大长老在数名同阶的夹攻之下重伤而归，虽然火龙童子在盛怒之下将来犯之敌全部击退，但魔道一方还是带着灵树纯叶逃离了。总之，各方势力现在剑拔弩张，随时准备开战。只是副长老他失踪了。失败了，没用的东西。罢了，这仅仅是开始。这些天南的渣子，迟早要跪在我木兰铁蹄之下。有着养魂木制成的珠串傍身滋养，大眼就的修炼果然顺利多了。哎，怎么写到这儿就断了？吾有一绝佳法门，修之可抵万世之功，奈何博穷逐尽，无处书写。呜呼，惜哉惜哉，还呜呼，分明是写不出来了。此人当真是大眼神君是吧？韩兄啊，终于要出关了，这20年可真是苦了银月了。应付同门，打理药园，照顾灵舍，喂橙子，喂兔子，喂猴子，这气灵也是生灵啊。
哎，我爱，韩兄，我不累。近来可有什么异事？古剑门山门紧闭，似乎在查清细则。南方的九国盟打了好几场败仗，被木兰人咬下好大一块地界。此后虽然得到了其他几派势力驰援，算是挽回了一些颓势，但九国盟似乎也付出了不少利益交换。哦，对了，洛云宗那位太上长老伤愈出关了，可一出来就要求这宗内上下尽数归山，言进言出的。话说回来，这世剑大会也过去这么久了，云盟三派怎么还风声鹤唳的？虽说所有低阶弟子都被下了封口禁令，但当日的情形还是被不知何人泄露了出去。此事影响深远，天南各方势力之间都起了不少猜忌戒备。想必木兰人会很高兴吧？若这背后是人为操控，那这幕后之人也太可怕了吧？哦，对了，那个美人木师叔还是时不时会来药园收灵草，每次都要待上一日。嘿，他好像还挺喜欢和我聊天的。嘿，不过我都应付过去了。他近来似乎是遇到了一些事情，变得有些消沉。妈呀，我觉得呀，多半是被那个姓冯的给烦呢。无妨，此等驳杂纷繁，你帮我应付就好，无需事事汇报。这洛云宗内有不少炼丹典籍，我还需要研究一二。毕竟这九曲灵参丹里的不少材料已绝迹于天南，不容有失啊！韩兄，你终于要拿那个兔子炼丹了。你为何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这九曲灵参已然通灵，只要配合禁止，自愿献出一点灵液即可，自然不用那般暴殄天物。你说对不对啊？好了，我会继续闭关，准备结营所需资材。此间诸事就劳烦音乐了。遵命，主人。渡恶修身，红尘炼心，欢喜无名，皆在物外。去世种种，来日悠悠，沧海一粟，万古为尘。终于要走到这一步了。韩离，你准备好了吗？守好这里，有天大事情也不要打扰我。隐约明白。毁灵根，散修，能走到今天这般境地，我这位主人还真是不容易啊。哎，不是每年都这个时候吗？
今年怎么封山了？快回吧！什么情况啊？全宗封神，这阵仗是有谁要闭关突破吗？穆师姐，你刚闭关出来，有所不知啊。冯长老正式闭关结鹰，这个不好说呀。咱们落云宗可能要有第3位元婴修士了。牧师们，牧师们请留步。我正想着去找你呢。这3枚灵丹是父亲特地留给你的。此次出关啊，他老人家可就是元婴修士了。我又是他唯一的儿子，总不算辱没了你吧？啊？我一心修道，无意攀附于你。道侣之事，即便是冯长老出面，我也会恳请他收回成命。师兄还是莫要纠缠。就是师妹是这么想的，师妹族中可未必同意。到时候被家族断掉修炼资源，可就不好了。好歹也是当年3派事件前10的弟子，当真就默默无闻地看管药园这么久？虽然这些年来与他聊得愈发投缘，但他身上总有种捉摸不透的感觉。难道……算了，这么多年了，怎么可能？多半只是性格内向吧，是我一厢情愿。怎么回事？这天象，难道是冯长老要结阴成功了？不对，那个方向不是主殿，是药园。这是元婴天照，落云宗，竟然是他们！是要出第3位元婴修士了吗？冯师侄不是才刚刚进入准备阶段吗？难道不是他？这是有其他人在我们落云宗内凝结元婴，此等情景不会有错的。师兄，现在怎么办？就这么看着对方在我宗的地界上结阴突破吗？没错，师弟，这话说对了。我们啊，就什么都不用做，静待即可。虽然不知道此人能否熬过最后一步心魔反噬，历经心魔的过程，师弟不会忘了吧？啊，忘记？怎么会呢？我可不想再重新回想一次。面对心底最深层的恐惧，越害怕什么，就越会幻化什么。这心魔呀，
在现实中只有片刻，但对结婴中的修士来讲，可是凶险无比。我们静候结果即可。此人若真结婴成功了，对我们洛云宗来说，也不见得是件坏事。师兄是想延揽此人，难不成此人是一名散修？若是有家族或宗门的修士，应该有大批的高阶修士护法才是，又怎会冒险在咱们这儿结婴呢？结交一名元婴散修，总比得罪一个要好得多呀，不是吗？开始了。这是生平简介，多次过去了。君命逍遥，不招摇，必沉香，奈何人心难料。藏得着，不笑，曾动摇。扎成徒劳，掌中刀，心中刀。四色灵气，怎么会？故事是烈热血烧。怎么会？好可怕的威压！消失了。他没了。这一路破空，孤难又剑中谁人懂？只求登场再相逢，修炼至始终，愿走万事空都不松。在一眼熟悉脸颊，再无牵挂又放下。家从此相忘于天涯，他当今生的强大，千般际遇的造化，千万年仿佛一刹。这一路破空，孤难又剑中谁人懂？只求有朝再相逢，修炼尘世中，愿成万事空都不松，终究平凡不平庸。所有人听好了，此阵方圆10里之内，暂时被划为禁地。但凡滞留者，以违反门规惩处。穆世侄，你且留下，此间药源可是由你负责的。是，但现在日常照料的是一名炼气期弟子，叫韩立。韩立，当年世剑大会进入前10名的那名弟子，难道这是此人引起的结婴天兆？结婴，你们处理得很好，剩下的事情就交于我2人。遵命。遵命。在下，
在下骆云宗，承天坤，恭喜道友结成元婴，不知老夫与吕洛师弟可否进府一叙呀？道友，在此处开辟洞府，并布下如此厉害的阵法，身为主人竟一丝都没有察觉到，真是汗颜呐！那几个老家伙取笑一番是免不了的喽。韩某此次借贵宗宝地结婴，未曾知会二位，失礼了，还请两位恕罪。道友客气了，结婴此等大事，能选中我们骆云宗，是本宗的幸事啊。二位道友过谦了。韩立能在此结婴成功，也是沾了贵宗的光了。在下这就将禁止放开，二位请进府一叙吧。两位道友，请。筑基期的机关傀儡，这可是非常少见的。好茶，好茶。道友在这乱世中摸爬滚打，以散修之身凝结元婴，实属不易呀。不知修炼了多少岁月？在下奴钝，入得仙途已有200余年了。哦，什么？只有200余岁？千真万确。师兄，他是200岁的元婴修士。师弟，我听见了。这么年轻的元婴修士，整个天南历史上也屈指可数啊！而且后来不是成了老祖，就是成了老魔呀！真是后生可畏，后生可畏呀！我们可一定要留下他。道友结婴后是回转故国，还是另立山门呢？以道友之天资，想必不乏去处，倒是我等多虑了呀。一时还没有想好。当年只是觉得这云梦山清幽玉秀，灵气充沛，才一时兴起，停步于此。倒是叨扰二位许久。那既然如此，若道友不嫌骆云宗粗陋，那不妨留在本宗，与我2人共同担任太上长老，如何？不错，是。这，我骆云宗虽不如正魔诸派势大，但好在平素没有太多杂物拘束，遇上事亦有几分自保之力。只要道友愿意，可以与我们2人平起平坐。我与老吕都不是什么争强好胜之辈，绝不会把道友当外人的。道友不问韩某来路，便宴请韩某做贵宗长老。哎呀，韩道友说的哪儿的话？以道友之能，若有心相害，我骆云宗这些年早已千疮百孔了。我们虽不了解道友过往，但对道友却是诚心以待，还望道友千万莫要见外。说来惭愧，我们师兄弟已然困在元婴初期上100年之久了，正想找一位同道共同研习，使修为更进一步。若是道友愿意加入本宗，我2人定将自身元婴期的修炼法门坦然告知。对，绝不私藏。韩道友，意下如何呀？两位道友的好意，在下着实心领了。但事关重大，且容在下斟酌几日。这样吧，
3日后，韩某给二位答复。惭愧呀，是我们心急了。此事啊，自然要郑重考虑。那道友先安心清修啊，3日后，我与师弟再来拜访啊。告辞。2位慢走。恭喜韩兄结成元婴。无需客气，还多亏了你为我护法。哎呀，这是音乐该做的。韩兄此番结成元婴，寿元可达1000年，修到化神境界，乃至飞升也不是不可能的。洛云宗的事，你听到了吧？你怎么看？这个嘛，首先，那2位都是元婴初期，留在此处呢，不必担心什么危险啊或者拘束。其次，这洛云宗啊，也不算小啦，可为主人提供一定助力。最重要的是，其所属的天道盟，相对于另外3大势力阵营，嘿嘿，还算是太平安逸啦。分析的在理。其实啊，作为一名元婴修士，即便做一个散修，也不会有什么人敢随便招惹主人的。元婴散修，也不知青衣那老头是不是还活蹦乱跳呢？灵力又不足了。无妨，等你再恢复些，就可以随意幻化成人，不再消耗灵力。这倒是，在西天鼎里那么多年都熬过来了，也不差这点时间。不过有道是讳疾必伤，主人平素就心思细腻，结婴时多半遭遇了很厉害的心魔侵袭，得多休养几日，稳固境界的。还是早些休息吧。我真的结婴成功了，无数次幻想过这一刻，没想到真到了这一天，竟没有什么实感。之前真是好险啊！凝结元婴，最凶险的是这2步。第1步，碎丹。条件是忍受全身经脉逆转的痛楚，凭借这么多年积攒下来的法力，强忍一下，一定能撑过去。
我有养魂木、婆罗珠，再加上特意准备的定灵丹。来吧！你便是我的心魔。哎呀呀呀呀呀！对喽。此时此刻，结英就是你最大的欲望，所以我就长成这个样子了啊！怎么，不喜欢？那我换成别的样子也行啊！不用，就这样也挺好。我就知道你的道心坚定，寻常的考验是无用的。不过呢，该走的流程还是要走一下的。你看，着火了，着火了！李哥哥，着火了！着火了！李哥哥，李哥哥，着火了！你做点什么呀，李哥哥？若是只有这种程度，那你还是省省吧。哟，看来是有准备呀。幻境这种东西，我经历了太多，看都看腻了。哦，是吗？那这样呢？回去之后，我们便结为道侣，如何？可是我们才刚认识。你木已成舟，你要是想逃避，弄死你！哼！动我做甚？你敢说当年没有一丝此中念想？算了，也是，反正你认识的姑娘还不少。要不然，怎么样？喜欢谁？随便选。好了，闹够了。生气了，生气了，终于生气了。本来接下来还想让你感受下与天同寿，可惜捉弄你啊，实在太无趣了。哎，这样吧，我们都简单点。我就问你一个问题，你若是心里有答案了，我就散去。怎么？信不过我？我可是你的心魔，你在想什么，我都知道。哼，你无法骗过我，我也无法骗过你。你要问什么？
一个最重要的问题。现在开始。原来你都是靠他。这东西归我了，你去死吧！乖徒弟，此物就交给为师保管，你就安心的去吧。狡猾的小子，我就说你哪来的那么多金雷珠？你的瓶子，你的法宝，都是本做的。别找了，他在这儿呢。我知道你一路以来经历了什么，人生如棋，落子无悔，如见离弦，永不回头。还有什么？曾经是，未来是，现在也是。说到底，你能活到今天，都是因为这个东西。不管是奇遇还是巧合，你的一切都是来自于这一天，拿到了这个小绿瓶。没了它，你根本活不到现在。没了它，你就是个平凡到不能再平凡的山村小子罢了。那么你自己又是什么呢？遇到难回答的问题又不说话了，好好想想再回答。这次你躲不过去了。别忘了写家书回来。放心吧，娘。你掌心的温度，催开花瓣丛。没事，这不有我保护他了，你还能保护他一辈子啊！不熄的火中，无名的光芒，在暗夜里奔涌。又来了，每个月都过来啊！爹、娘、小妹，这是这个月的利银，不多，省着点用。好嘞，石小静，开了齐宣门是你们的福报，走过条条赶上好时候了。是你的行踪，在微笑的梦。要是能学点武功就好了。来时的路已唤醒了季风。时间不多了，想活下去就不能放弃。嘿，脚步不停歇的人，正在创作最动人未写完的剧本。1万种可能都在你手掌眼神。谢谢。每一次呼吸，张铁，张铁，你醒醒啊！韩丽，你这是要离开了吗？经过这么多事，你觉得我还能在这里安稳地待下去吗？谢谢曾经的缘分，我们挥手暂分。举杯敬也许这世界很大，也很危险，但我还是想继续往前走。这路上或许会遇到很多相逢和离别，挣扎与选择，当然也会有巧合和幸运。我会牢牢抓住这些机缘，拼尽全力。也许脚下沾满跋涉的这里是与裂痕，但手中还握着出发时那片月轮。若长路的，若似你们是村子外面来的吧？这里是青牛镇五里沟，外面来的人还真是少见呀。
不过您看着就像是有本事的人，要是我以后也能像您一样就好了。哦，对了，我叫二愣子。总是风霜在欺人，为褪去的天真。你啊，一定可以的。或许7点月底，遇到真正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时，海丽，就会抓得越牢。这并没有什么可耻的。韩大哥，韩大哥，韩师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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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秀，只要知道想去哪里，还有自己是从哪里出发的就好。我想，这应该就是我的答案了。清晨再出发，去往新的旅程。举杯敬俱分，也敬每个凡人。珍重再出发，又是新的旅程。这位就是新加入洛云宗的太上长老韩立。参见太上长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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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太上长老。
韩道友如今已是我宗太上长老，整个云梦山东路，只要道友中意，都可以选来做道场啊。是啊，要不搬去我们那边做邻居也行啊！啊，对，是吧？哎，韩道友贵为元婴修士，这各方各面可不能亏待了呀。是。此事就交由我们二人吧。对，全当是给韩道友的贺礼了。已经收拾好了，主人，随时可以准备搬入新洞府。什么时候说要搬洞府了？不是，那2位太上长老也太小气了吧？元婴修士都是要有新洞府的呀。那倒不是，吕长老说看出来我不喜欢折腾，就将这座天泉峰连带2座次峰都送给我了。那天泉峰的弟子们怎么办呀？他们会另选一座山峰，改名为天泉峰。现在此处就叫青竹峰了。嘿嘿，真有点太上长老的意思了呀。先前我自觉修为不够，如今元婴已成，这开顶之法，你在其中待了那么久，应该或多或少知道一二了。这里面究竟有什么？恐怕要让韩兄失望了。这个鼎啊，在虚天殿搁置了那么多年，陆陆续续的有人来拉鼎啊、寻宝啊，也时不时的呀会带走那么1、2件宝物。哎，经年累月，只出不进。上次主人在虚天殿中见到的，已经是仅存的古宝了。你是说，这是口空鼎？那还不如口斧呢，或者说本就是口好大的黑斧。哎呀，什么斧啊锅啊的，又不能真拿来煮粥。话说，这个虚天鼎，它本身就是一件通天灵宝啊。通天灵宝是什么？不就是古宝吗？哎呀，不是所有的古宝都叫做通天灵宝的。在上古时期啊，最多能有50、60件古宝能冠以灵宝之称的。其中每一件，据说都有着翻江倒海、移星换月的莫大神通，而每次灵宝出世，就会像虚天鼎一样，在世间引起莫大纷争。虽然啊，不知道这个鼎的特殊之处是什么，不过呢，连半生之物都是钱兰冰焰这等级的。哎呀，你想嘛，这鼎肯定不简单。原来钱兰冰焰是此鼎的半生之物。没错，当初呀，也是因为鼎上的钱兰冰焰被触动，我才得以趁机逃脱。有可能啊，要等主人彻底炼化了此焰，才能掌控这鼎。要是再不济，把它抡起来砸人，也是挺疼的。嘿嘿。不过，话说我之前啊，一直以为主人你那个小绿瓶也
是什么通天灵宝呢。难道你还知道这小绿瓶的底细？不，你这个宝贝来头太大了，光催熟灵药这一项就足以傲视所有灵宝了。毕竟灵宝只是将一界的天地法则加以放大，不能真正的逆天行事。我猜也只有灵界或者更高层次的仙界，才有可能炼制出此等宝物。哦，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我就是知道，可能和我之前消失的记忆有关吧。灵界、仙界，此界之上，果然别有天地。好了，我要去闭关修炼，巩固境界了。若不是天大的事，就不要打扰我了。不愧是主人，遇事不决，先去闭关。好的，音乐一定会处理妥当。元婴凝体成功，与心神合二为一，出窍时也可轻易地掌握了。怎么了？有事发生？那倒没有。就是主人刚进这净室半月，那位师叔就来了一趟。我看毕竟是主人的旧相识嘛，便化作了你的模样，去跟他说了几句。穆培林有眼无珠，此前如有冒犯前辈之处，还望前辈不要见怪。晚辈有一事相求，恳请前辈不吝施以援手，晚辈愿结草衔环，报答前辈。这阵仗该不会是来拜师的吧？不能替主人擅自决定，还是先拒绝了吧。若是拜师的话，就算了吧，我不收弟子的。然后呢？真正的麻烦是什么？真是什么都瞒不过主人哈。麻烦倒是不至于，就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小情况。就断了这念想吧，没出息的小子！拜见韩前辈。都是同门，跪着作甚，起来。之前是老朽和犬子无知，冲撞了前辈。老朽携犬子前来谢罪。这是何意？本座初到落云宗时，还是冯小友接引，何言冲撞？冯长老，不也是正在闭关冲击元婴吗？唉，前辈莫要取笑老朽了。老朽所谓的冲击元婴，不过是给那几派人做做样子看，免得我落云宗遭那些人白眼轻视罢了。如今得了韩前辈这等天纵奇才恩眷，我们落云宗怕是真的要中兴了呀。这些弟子们往后还得靠韩前辈照拂了。此人倒是真心为门派着想，并非巧言令色之辈。这落云宗虽说实力不强，但门风淳朴，自有一番气韵。这也是我选择此地的原因之一吧。冯道友言重了，韩某既已加入落云宗，
那这些便是我分内之事。那牧师执木仙子的事儿，我们冯家已与穆家解除婚约了。我们两家此前确实不知道，此女已成为您的贴身侍妾。什么？贴身侍妾？哪来的侍妾啊？告辞。他人啊，只看到主人如今的成就，殊不知主人苦修至今，哎呀，清心寡欲，严于律己，是不近女色的。如此的向道之心，他是鲜有人能想到的呀。嘿嘿如果你对双修伴侣这么感兴趣，哪天我给你物色一个，也不是不行。我完全不需要。哎呀，那个木姑娘一直想要见你来着，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就让她先候着了。她既然这么喜欢不打招呼就树大旗扯虎皮，那就别打招呼了。反正他已经得偿所愿了，让他回去吧。哦，这寒气虽然厉害，但以如今元婴期的修为，只要不被直接击中，倒也无碍。玄阴诀中记载的秘术，炼化此火最为稳妥。不过此炎过于阴寒，炼化一丝也要很长的时间，还要在体内培育数年，才能真正掌握。不过一旦炼成，日后定是对付同阶的一大杀招。还不老实！无论吞噬能力还是坚韧程度，都远超三扫飞虫，还有一股让人心惊胆战的凶恶气息。通体赤金，距离完全变成金色只有一步之遥了。若不是提前下了禁制，恐怕迟早要被其反噬。在他们进一步成长前，得寻找更好的空中之法才是。这清灵之水，相传只对低阶弟子有效，但依我看来，恐怕是用量的问题。若是够多，有点小
家主人请你过去。参见韩前辈。穆师叔别来无恙啊！韩某刚出关，就平白无故的背了个夺取婚约在身的女修为妾的名号，说出去实在不怎么好听啊。此事因晚辈而起，有损前辈清誉，请前辈责罚。说什么清誉不清誉的？此前在药园内也受了你不少照顾，我的真实修为也瞒了你这么久，只是如今外面都在传些什么东西，想必你也知道。眼下我只能认下此事，否则别人只会认为我这个新晋的元婴长老连一个筑基女修都无法庇护，反而容易招来事端，扰人清修。你可明白？晚辈知错了，此番前来已有此觉悟，任凭前辈发落。给你2个选择吧。第一条路是就此入我麾下，在这天泉青竹峰上修炼。我虽从未收徒，但也愿在修炼上指点你1、2。不过我要在你身上施展禁制，以防你不经意间把我的一些秘密透露出去。至于这第2条路呢？韩前辈，我选第2条路。你可想好了？如此一来，侍妾之名，外面可就认定了。现在反悔还来得及。佩灵从小进入这宗内，一心苦修。这天泉峰的一草一木，都如同佩灵的家人一般。他人非议，在佩灵看来更是不值一提。可宗族之命，只想让我嫁人联姻，一想到从此便会失去自由，与一个不喜欢的人共度一生，佩灵就不由自主地斗胆用了韩前辈旗号。此前和前辈在这天泉峰相处数年，正是佩灵最为难忘的时光。这份随心所欲，正是佩灵最为向往的自由。只要前辈不赶我走，佩灵愿神师受尽，终生侍奉前辈左右，追寻大道。随心所欲，又是自由吗？世间种种，不一而足，人心所求，却又何其相似？好，我答应你。你就跟着我，试试能不能找到你所想要的自由吧。多谢前辈成全。至于洞府，就在紫峰上随便选吧。你平日里称呼我一声公子即可，毕竟我也只有200余岁，天天前辈前辈的，倒是把人喊老了。是，佩灵一切都听公子吩咐。主人倒是大方啊，还想着给他自由，只怕外人都会觉得主人是贪图他的美色，或者准备了什么双修秘法，才收为实妾。随他们怎么想，
这样不是正好坐实了我这新晋年轻元婴修士狂妄、好色、不讲理的名声吗？让那些人多些忌惮，少来烦我，多好。是，像主人这般风流倜傥的元婴大能，得霸道点儿，不按常理出牌，才不容易被人拿捏。不过，主人还真是外冷内热呀，难不成勾起你的什么心事啦？太聪明的器灵是会遭到封印的。哎，好疼啊！再者说来，你不也是对他颇有好感吗？所以才暗地里为他求情。别把所有事情都推到我的头上。好感吧也谈不上，就是在主人闭关的这20年里，也就只有这位木姑娘会时不时的来药园转转，而且此女的脾性一直隐隐让我觉得有一种很亲切的感觉。怎么说呢？这种不顾一切也要寻求自在、寻求自由的心情，让银月有些感同身受。所以不知不觉间起了关切之心，就跟他聊多了些。是不是给你惹麻烦了？说起来，这家伙也是没了记忆，又在虚天鼎里关了不知道多少年，有点寂寞了吧？没有，不过说好了啊，以后可不许再这样了。我会为他设下禁制，这洞府内一切隐秘之事，暂且不要让他知道。这也是为了他好。再过些年，应该就能看清楚一个人了。哦对，自己惹的祸自己解决，等日后时机成熟了，把事情跟人家讲清楚，不要再给我多沾因果了。看来以后这庆祝封赏要热闹起来了。哼，不过偶尔这样也不坏。修炼。按说此剑诀共13层，但10层之后对应元婴期的内容，此剑竟无法看清。看来是为了防止修炼者贪功冒进、走火入魔，而在传承之物中施加的禁制。这时，大更剑阵要施展此神通，布下剑阵的剑光数量就足够夸张了，至少要上100道。原来如此，庆祝风云剑剑意分光术，沁元剑诀前面的内容都是为此剑阵而立。72口飞剑加上幻化的4道剑光，组成360道剑光的大剑阵。元婴后期以下修为面对此阵，绝对无法全身而退。若是修为再精进，幻化更多的剑光，那击杀元婴后期修士也非不可能之事。将此阵练到极致，足以纵横天南了。不过，为了追求最大杀伤力，还需要在每口飞剑中掺入一种叫庚金的材料。庚金。庚金，哎呦，这可是修仙界大名鼎鼎的瑞金之宝啊！只要一小块，能使法宝锋利，威力倍增。
绝对是使用飞刀、飞剑等法宝的修士视若性命之物。韩老弟竟需要这么庞大的数量？咱们洛云宗啊，肯定是没有了。此等绝品的材料，交给寻常弟子是不太可能找到的。要不这样，老夫去一趟天道盟，托龙寒、凤冰两位盟主帮忙留意一下吧。程兄仗义相助，韩某铭记于心。自家人别客气。韩老弟，你在这儿呢？刚才去你洞府一趟没找到你，这是我二人送给穆小姑娘的东西，你就替她收着吧。是，拿着。刚才听你们说要找什么绝品材料，哎呀，那么麻烦做甚啊？反正2年后田天城就要召开天南第1交换会了，届时天南不少元婴修士都会齐聚，定能有所收获。是急，老夫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天南第1交换会，这交换会上的人啊，可都是天南有头有脸的元婴修士，正是交易珍稀材料的最好去处。之所以选在九魔盟，是因为那里常年直面木兰人的威胁，无论是正道还是魔道，还是咱们天道盟，都要给几分面子。所以最为安全。是啊，若是在此等规格的交换会上都无法获得，恐怕只有去传闻中的大晋国碰碰运气了。只是这个路途，有些过于遥远呐。韩老弟初踏元婴，想必对这些门道还不甚了解。是，不妨让我兄弟二人为你解答一番。那就多谢二位道友不吝赐教吧。好说。那咱们换个地方。好，走，请。天南修仙界熙熙攘攘，大大小小宗派势力不计其数，寻常修士游历一生，也只是管中窥豹，不见其全貌啊。是啊，化神期的修士已是很久没有出现于世间了。元婴修士作为此界修行顶点，所处境界又与低阶修士大不相同。每一个元婴修士都是一个宗门的顶尖战力，也是一个宗门能否延续的保障。有道是元婴之下皆是蝼蚁，此话虽不中听，但却是事实。就好比现如今的韩老弟，作为我洛云宗的元婴太上长老，可以调配整个宗门全部的力量。各种妙处，韩老弟日后可以细细体会。难怪元婴之间斗法都是一触即止，很少决生死。谁又愿意放弃这唾手可得的门派特权呢？是啊，所谓门派阵营，无非是元婴修士争夺资源的口实罢了。你看历次修仙界的大战，死过几个元婴修士？当然，与那些木兰蛮子的争斗可不算。元婴修士占尽天南的好处，但相应的代价就是要抵御外界的侵袭。某种程度上来说，也算是天行有常了。元婴修士也有身份高下之分，似乎又不全在修为。没错，实力、势力、潜力，缺一不可。目前能影响天南格局的，还是这10大宗门和10大修士们。正道太真门的至阳上人，魔道合欢宗的合欢老魔，九国盟化翼门的魏无涯，为天南仅有的3大元婴后期修士，
人称天南三大修士，也是各自阵营中真正号令之人。合欢宗、合欢老魔不是那云路，是另有其人。至于我天道盟的盟主，则是由栾明宗的龙寒、凤冰2位道友担任。此2人乃是一对道侣，皆是元婴中期巅峰的强者。2人联手，不逊3大修士太多。除此之外，像正道的天机门浩然阁，魔道的鬼灵门御灵宗，还有天道盟的霓裳斋古剑门，均是各势力的核心力量，皆有元婴中期强者坐镇。至于九国盟，则比较特殊，这些年吸纳了不少中小门派。鬼灵门，哼，还有账要跟他们算。除了这些大宗门的隐士长老之外，还有些成名的散修，也最好不要轻易招惹。比如那天恨老怪，性情古怪的很，一言不合就喊打喊杀的。不过韩老弟无需太过担心，像你这般年轻便进阶元婴，想必很快就会声名远扬。届时大家都会对你有所忌惮，不敢妄自挑衅。哎呀，有道是人的名，树的影。若是靠名声也能化解些不必要的争斗，那于人于己都不算坏事啊。果然，门派的做事方法与散修迥异。韩某以后可要时常与2位兄长论道，增长见识。好说好说，韩老弟，一家人不说2家话啊。到时候天天城内各方人物势力汇聚，说不定韩老弟就都能亲眼见到了。不过距交欢会开启还有2年，不知韩老弟有何打算啊？在下元婴凝行完毕，打算先去周边游历一番。曾经许诺他人的事情，也要去完成了。如此甚好，这道心圆满，不生心魔。韩老弟啊，尽管去吧。若遇到什么事，记住，你身后还有我们。客官，您的菜。好。去。韩兄弟，为何对这凡人神识探查呀？难道看那小子不顺眼？这店小二也是身具灵根之人，虽然资质不太好，但是修炼到炼气3、4层还是没有问题的。灵根呐！韩兄弟竟不用接触，一眼便能看出，当真是神通惊人呐！惊人！谬赞！我这点微末道行哪称得上神通？只是恰巧修习过一种秘术罢了。如同这小二这等低劣资质，就算进入修仙界，也是受人欺凌的命啊！那还是得寻个靠山才是。就像我等来到这紫道山，不也是想借着为夫家老祖贺寿之际，寻一番大造化不是？而且听说那魔焰门也有使者前来，我们可得好好表现。不过韩兄弟，你说你来自虚国，怎么不去投奔鬼灵门试试运气？为何要来咱元武国呀？鬼灵门眼高于顶，韩某就是想去，也是入门无路啊。啊，也不容易啊。哎，不过韩兄弟放心啊，来了元武国，找咱哥俩就对了。对呀，如今这世道啊，咱们这些散修只能抱团取暖了。2位道友先吃，
我先回房休息。大哥，哎呀，三修哪个三修妖剑有那么多鼓鼓囊囊的储物袋呀？哦，就他那口飞剑，一看就是顶阶法器，多半是哪个小宗派的弟子。哎，大哥说的对。哎，这姓韩的小子再怎么激情，也绝对想不到，咱哥俩是隐瞒了修为的。哎，以我二人筑基中期的实力，那灭他一个筑基初期，还不是手到擒来的事儿啊？对，这小子撞见咱们彭毅双兄，只能算他命苦了。受不了了，这俩好聒噪啊！直接砍了吧。和200年前太南小会那时一样，又是这套坑害三修的把戏。先不着急，看好戏吧。这傅家族内的3位结丹修士倒是不足为惧，不过还有些核心族人已然加入了魔焰门，这还有点棘手。若是放跑了一些人，去到6宗那边，再死灰复燃呢？那可无法履行当初对新如印的承诺。这紫道山上毒瘴缭绕，若是不知情的凡人误入其中，恐怕会葬身于此吧。嗨，每年死在傅家这毒云紫瘴阵中的凡人也不算少数了，算他们运气不好吧。毒云紫瘴阵，韩兄弟没听说过这毒云紫瘴阵？嗨，这傅家呀，为了立威，请得数位阵法师联手布下此阵。路过的凡人呐，只要踏入此阵，不出3日，便会全身溃烂而亡，尸骨无存。好个草菅人命的家族！韩兄弟，这山谷深处还有一处绝景，其中溪流清澈，奇花遍地。所谓狼环仙境，也不过如此。主人，在前面确实还有个深谷，不过里面隐隐有静止的灵气波动。这俩人不愧是坑人的老手，准备功夫没少做呀。照这速度走过去，天色都晚了。罢了，不装了。2位，我看这里风景也不差，还人迹罕至，咱们也不用去什么深谷了。若在这里抱起杀人，再来个毁尸灭迹之举，根本不会有人打扰，也不会有人发现的，对吧？对。不对，韩道友，难道是有什么误会不成？真有意思，想不到在这儿打个盹的功夫，竟然还能遇到杀人魔头。什么人竟无法探知位置？不过真是好笑，2个筑基期的小东西，竟然要打劫一名元婴修士，难道是我还未睡醒？是谁装神弄鬼的？啊，哪来的元婴修士啊？肯定是他，他要托我跪下我们啊！此人到底是何等修为？以我修习了大眼诀的身世，竟无法探知其踪迹。2个筑基小辈就别费力了。姥姥若是能让你们寻到，不如一头撞死算了。这位元婴修士神识倒是不差，若是在墙上那么一分，就能得见姥姥真容了。不过姥姥现在有点饿了，要不你们麻利些让我吃掉。前辈饶命，前辈饶命！小的永远不识泰山，小的永远不识泰山。二弟，你干嘛呀？你还要跑啊？元婴修士面前你跑不掉的。前辈饶命，都是他的主意，让我没半点关系。
前辈饶命啊！前辈，我上有老下有小，前辈饶命啊！饶命啊！真是浪费，即便是筑基修士的元神，也算是小补之物啊。阁下不必藏头露尾，在下这就将你揪出来。你怎么发现我的？我这炫光化物诀根本不可能被元婴初期识破的。竟然这样就炸出来了！啊！原来你手炸呀！哼，你棒！不知你的元婴吞噬起来是何滋味啊！什么妖物来了？今年这看见太爽了！通过吞噬元神提升修为，你到底是什么东西？不要急，那姥姥吃了你不就知道了吗？你说姥姥要是吃了你，会不会立即进阶元婴中期呀？吃得下，便来试试吧。来呀！这不是地级神雷吗？这可是不得了的好东西啊！区区元婴初期，竟有此等天才异宝。不过姥姥我修习的可不是什么魔宗，这东西对我没用。不错，不过还不够。那就再来。都说了，这雷对姥姥没用，你这个家伙怎么还不死心呢？干什么？快放我出去！让你不算！将辟邪神雷凝化成网，用以困敌，恐怕是自这金雷竹现世以来头一次了。若没有个10来节竹子，可编不成这么大的雷网。无论是前蓝冰焰，还是风铃镜，
辟邪神雷都能将其困在其中，说明此雷除了对魔功邪术天生克制，还有封锁灵气的奇效。快速奔跑了！不能把我抓紧，我不一定让你抽魂炼魄，让你上反！抽魂炼魄，生不如死。看来你还不理解自己的处境，那就好好清醒一下再说吧。哦，对了，还有此物。主人，主人，这是请帖。走吧，吃席去。嗯。玉玺消失了。来人！连续元武国周遭的全体弟子，3个月内若找不到逃脱的至木灵音，将罪归法，自裁一谢吧。一定要小心行事，千万不要让其余几派察觉。是，东门大长老。等等，还是你和云芝亲自去一趟吧。你2人都是木属性灵根，本就与那至木灵音相近，若是靠近了，说不定能感应到。行事仔细些，那禁锢灵音之人实力不弱，一旦发现其踪迹，我必亲自出马，未定会此了。遵命。哎，来，嫣儿，该用药了。都怪我不善炼丹之术，好不容易换来2株灵草，只能简单的处理一下。不过你放心。从韩兄弟那儿评价易得的那株黄精枝，我已经拜托城里的炼丹大师去制丹了。夫君，你不必自责。你已在炼气之道上得占天资，若是在精于炼丹，那岂不是独得天眷了？说的也是。等等，你刚才说，夫君？没有，你听错了。虽然咱们答应了韩兄弟一定要修复好这古传送阵，但嫣儿也不宜太过操劳。这么晚了，明日再钻研也是一样的。既已许诺了他，就一定要做到。既已许诺了他，就一定要做到。恭喜啊！行，欢迎道友。
你们想？前山观李道友，上等灵职一株。巨经帮宋道友300灵石。那余年正魔之争，不知倾覆了多少宗派家族，不然断不可能有如此多的筑基散修。哎呦，大人物来了！欢迎魔焰门2位前辈。这就是结丹大能吗？可真有气势啊！就是啊。2位前辈，里边请。哎，这边。我听说呀，傅家早就把大名鼎鼎的傅家收那么多，给这2位长老做妾室了。说来也怪，你说这傅家哪来这么多的貌美后援？据说啊，这傅家家中有个癖好，每逢寿宴就必纳新妾，如此一来，可不是子孙无数。对了，这傅家家主今日还尚未露面，哎，说不准呢，正在那逍遥快活呢。族长，大喜的日子，您别太过悲伤了。悲伤个屁！傅天成那个家伙，这些年吃了家族多少的资财，才在白桥院安心坐稳了长老之位，本该是我傅家隐藏的退路。如今天道盟的门路断了，虽说有魔焰门庇护，但还是要与玉灵宗搭上关系才好。唉，三弟啊，不知为何，近日里来，老夫总觉得心神不宁，仿佛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一样。咱们傅家最近有没有得罪过什么厉害角色或大宗大派呀？前些年咱得了魔焰门的助力，不是已经将国中那些家族都屠戮殆尽了吗？即使有人嫉恨咱们，也兴不起什么风浪了，大哥。可惜没有做到斩草除根。比如说那个秦家，大哥且看，这是什么？秦家的镇族法宝。大哥，前几日我探到了他们的藏身据点，带着族人和嫡系弟子，将他们都给宰了。秦家绝了！哎，不尽然。秦家家主的小女儿，自是要给大哥留着的。但是那丫头吧，迫不识抬举，让我废去了修为，封住了拜海。我傅家家主的400寿辰，自然是要喜上加喜。好了，大哥，咱们上去，宴席快要开始了。好，好，好，走。没想到你傅家除了依附于魔焰门之外，还与其他魔道门派暗通款曲，怪不得能在这元武国只手遮天呢。是哪位高人莅临傅家？小老儿傅天化有失远迎，还望恕罪。远迎就不必了，本座今日是不请自来了。探不出丝毫法力波动，难道是？不要轻举妄动，此人极有可能是元婴修士。适才本座神识扫过，发现整个傅家以你2人修为最为深厚。前辈折煞我等了，元婴高人大驾光临，傅家自是蓬荜生辉。你就是傅家老祖？不敢，在前辈面前，晚辈怎敢称什么老祖？晚辈傅天化的确是傅家家主，不错。没认错人就好。既然是来讨债的，自然是要跟当家的打个招呼了。
讨债？啊，前辈说笑了，晚辈今日是初次得见前辈尊容啊。是不是有什么地方起了误会？自然不会，本来是应该给尔等说清楚的，免得到了下面都成了冤死鬼。但你们二人小动作实在太多了，压根儿不让本座好好说话呀。那你们就先下去吧，傅家剩下的罪人我会一起送他们上路的。此人要灭我傅家满门，何足贫了？你金鱼土遁术，那个逃走的就交给你处理了。主人放心吧，心愿具体有为。震足灵兽。也罢，让我看看你们到底还做过多少恶事。此人是什么来路？傅家又何曾招惹过元婴老怪？而今之计只能先逃了。是去魔眼文还是玉灵宗呢？可恶！阁下的土遁速度实在太慢了，不如将头颅交予我，让小女拿给主人复命如何？为什么？你们是什么人？你都快死了，还问这些做什么？什么？先别杀他。啊？真不杀啊？把他给我带上来。你的运气真不好呀！傅家这两个老狗啊，平日里倒是夜伏不浅啊，都是些上好的炉底，说不得啊，就是用来笼络我等的。哎，管事，啊，这家主为何还不露面啊？诸位久等了，家主即刻就到。看来今儿个家主又要抱得美人归了，不知是哪一家的佳丽呀？喝！哎，上！哟，六月飞雪，少见啊！我跟你说，秦家少夫人，这叫一个笑话，是吗？等，有人！什么人？给我站住！聋了吗？让你站住！站住！啊！哎，傅家撒野的情况！哎，这难道是秦家余孽？陈当孙，你就一个人，杀他！什么声音？是有人在惨叫，怎么回事？这是诸位贵客见谅，定是外面卫士饮酒嬉闹，
诸位稍歇，老夫这就去严加管教。开启禁制，速速去请老祖！欺人太甚，当我魔焰门不存在吗？惹风小小，敢来此闹事！老祖！小小，倒也没错，在下不过是元武国中籍籍无名的一介散修，今日前来只为一事，向你父家讨还公道。如意，林香，怎么回事？我家那些人，他们索性将我请回来了。别哭了，快把药吃了。林香，不要！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夫君，前几日韩前辈来看你了，如音已将传送阵修好，交予他了，总算是完成了此前的约定。此前总是说你莽撞，现在你不在了，如音也时日无多，就让如音也像你一样的莽撞一次吧。这几日用阵法连回我傅家6个堂口的就是他，这人什么来路啊？嗨，谁知道？你看，为了活命，这婚服都主动穿上了。大哥，人给你顶回来了，是个美人儿。让我仔细瞧瞧，究竟是何人敢在老夫寿诞前撒野？哦，真是个俏姑娘。不过，费尽心机进入我傅家堡，意于何为呀？快说，你到底是什么人？为何有那许多高明的阵法？是哪家派你来的？秦家还是胡家？有说！大哥，妈，手下留情！你要替他求情？大哥，你且听我说嘛。此女身上必有隐秘，既然已经落在了我傅家手上，自是要废除修为，封住百海，慢慢审一番，再送他上路喽。再说，大哥若是看不上此等货色，那也让兄弟们沾沾喜气，不是？俺们神士怎么在此？沾沾喜气，沾沾喜气！今日只会讨还公道。以身练阵，哼！我可是傅家家主，只要我还在一天，傅家数百年的基业，就没人可以撼动。傅家的人，都给我滚出来！
听好了，从现在起，1个时辰之内，任何人不准踏出此厅，否则杀无赦。好好看着，可别死得太快了。废除修为，封住百海。错了，是我父亲错了，求求你，求求你了，程老儿知错了。家主，救救我们！我们错了，饶了我别抓我！别抓我！故齐云霄之亲，心如印。今日便是傅家的末日。云霄兄弟，如茵姑娘，这杯喜酒，韩某补上了。听好了，从现在起，1个时辰之内，任何人不准踏出此厅，否则杀无赦。天都亮了，那人走了吗？去看看。傅家，是傅家人呢。出去啊！是啊。山下居住的凡人和那些杂役弟子都还活着，只有那些傅家嫡系之人消失了。此番变故，恐怕用不了多久，就要震动整个元武国修仙界了。魔眼门的2位护法也不见了，看来这位是个连魔眼门都不放在眼里的高人啊。是啊，我看10有8九会不了了之。毕竟人都死了，有几个元婴老怪会去为死掉的人出头呢？在他们眼里，不过都是些蝼蚁罢了。走吧，好不容易捡了条命，接下来该商量怎么分这傅家的地盘了。
云霄兄弟，如茵姑娘，你们是韩某平生为数不多的友人。如今，傅家老祖已然伏诛，那些恶贯满盈的嫡系弟子也都不在了，剩余的势力，想必也会很快被人蚕食殆尽，傅家一灭。二位泉下有知，可以安息了。这上面加了阵法禁制，若非以如茵姑娘笔记里的独门剑法驱动，就会自行回去。莫非是专门留给我的吗？韩前辈见谅，如茵实力低微，只能以此法留下只言片语，不知那上古传送阵是否合用？此处禁制，乃如茵祖上不传之秘，若能开启，前辈修为想必已达结丹后期，亦或是已登元婴境界。前辈经历千难万险，修到此等境界，还惦念着与如茵的约定，为我与云霄复仇。小女子无以为报，唯院中东篱有一树，为云霄生前所植。树下埋有如茵族中祖传之物，如茵福薄，无缘参透其中奥秘，愿以此物相谢，以报前辈大恩。云霄若是泉下有知，想必也是欢喜的。我夫妻二人，谢过前辈。主人似乎对这玉简中的东西十分看重。这应该是如茵姑娘祖上某位大人物所留，其中记载了几种上古蛮荒时期的深奥大阵。以我现在的阵法造诣，短时间内无法领悟，但其最后竟还记载了一种非常奇特的秘功。秘功？以主人现在的见识，还有什么秘功能让主人如此感兴趣的？此功名为玄母化婴大法，是货真价实培养第二元神的秘术，甚至可以萃育出第二元婴。第二元婴？真的假的？如此玄妙？这不会是什么邪门的秘术吧？等回落云宗，再仔细钻研一番吧。若真有不当之处，我也不会修炼的。主人，现在飞遁的方向好像不是西国哎。既然都到这里了，就回虚国看看，毕竟那是我出世之地，有些尘缘俗物还是要做一个了结的，不然心境上总有些许不稳。这样也好，到了此等境界，只有彻底了却俗世牵绊，才能安心追求大道。好了，得赶路了。此处便是至木灵婴最后出现的地方。此等凶物，究竟是何人
能在没有专门法宝克制的情况下将其拘禁。柳师叔，这里离傅家堡很近，我们也曾向傅家堡问询，但是傅家随即便被灭族了。莫非林英落在了魔焰门手里，怕傅家走漏了消息，才下此狠手的？哼，你想的也太多了。魔焰门行事最是霸道，又何必藏头露尾？十有八九是巧合罢了。不过在一个地方同时出现2个元婴修士，的确是不太可能。此事说不定真是同一人所为。是，但是属下只是担心，如果对方是他宗的元婴修士，怎么？一丝线索都没找到，就已经开始打退堂鼓了？不是。赤木灵婴出逃，你们几个难辞其咎。现在还能留着小命，已经是宗内宽宏大量了。柳师叔，属下绝非胆怯，又为宗内肝脑涂地，在所不惜。师妹。汉师姐，那拘禁灵婴之人已往南方去了，我们一时半刻也无法追上对方。不过以我与师妹的功法，无论距离多远，都能感受到灵婴的方位。我们只要远远地探得此人行动轨迹，再向东门祖师禀报就好。你先将此前事情的经过细细道来。是。此前宁师叔和我等护送灵婴，途经昆木山。入山之后，宁师叔借过将我等支开，私自抗命融合灵婴，不想却被灵婴反噬，随后才……总算是故地重游了。在下韩烈，我有黄风谷的升仙令。这块令牌我已经很久没见过了。上船吧。时过境迁，风林依旧。只是此处再也不会有那艘迎接新弟子的船了。黄风谷的大殿，白菊山。和马师伯一起管了那么久的百药园，一切都物是人非。这里倒是什么都没变。当时所知甚少，以如今的见识来看，此处灵泉果真是灵眼之泉，虽然小了些，但既已重见天日，便带去新洞府吧。手中的灵眼之物总是不嫌多的。灵气外射。
请救王道！可惜了这些傀儡，战力极限也就到此了。若是日后有机会能获得一些更强力的资材就好了。前辈饶命！晚辈没有恶意，还请前辈恕罪。无意发现此地灵气异常，特前来探查一番。晚辈绝没有与前辈为敌的意思啊！对了，在下于侯，乃鬼灵门少主王禅麾下。前辈认识少主？啊，太熟了，何止是认识，简直是生死之交。哎呀，这事闹的，前辈是少主故交啊！那晚辈更是冒犯了。哎，委实不知是前辈在此，还请前辈将晚辈放下，容晚辈正式赔罪啊！你会错意了。我说的生死之交，实乃你死我活的意思。快跑！这四散奔逃的情景，和当年倒是相似。我让你们动了吗？跑不掉了，快进！进去！不行了，快跑啊！快回来，交锋了！别追过来！你要去哪儿啊？有这么可怕吗？鬼灵门。我很凶吗？我很有分寸的，怎么一下子我也死过去了？如今鬼灵门的形势大概了然了。哼，他们的元婴修士还真不少。不过，王禅那家伙还只是区区结丹期，可别让我逮到了。少主，少主，刚收到碎魂老祖的传音，说有人在咱们虚国分坛砸场子，想让您前去看看是咋个事儿。碎魂真人那个喜怒无常的老家伙，他一个元婴老怪，操心这种小事做甚？是哪个分坛？少主啊，太岳分坛，就原来黄风谷那个。黄风谷，真是晦气！我一个堂堂结丹后期修士，怎么会跟一个不知死在哪儿的筑基杂碎怄气？嘴上这么说，这都过去多少年了，咋还这么念念不忘呢？那要等到结婴时，那心魔还不知道闹成啥样呢。笑得真难看。不过胆敢对鬼灵门不敬的人，必须严惩。童老、鬼老，麻烦你们二位前去探查一番，敢在我鬼灵门地盘上撒野的，必须叫他有去无回。是。
有劳二位道友啊，有劳有劳。喂，哎，来，我发现你有点游手好闲，要不你也跟着去一趟？好家伙，明明上面安排给你的活，非让我干，我干了功劳又是你的。少主啊，冤枉啊！我最近可忙活了。对了，六宗另外那些人最近蠢蠢欲动啊，尤其是那个御灵宗。少主，我跟你说，这可是我亲眼看见的，有一个小队鬼鬼祟祟，弄着呢。灵隐果然被带离了元武国。没错，方位就在虚谷。天时与地利倒是齐了，只可惜人还是差了一些。这黑金到了3位首领，也算是荆州道上赫赫有名的狠角色。哼，不过这次嘛，出名了。这一次若不是力兄相送，恐怕呀，这返乡祭祖之路，却成了我韩瑞的断头路了。看来那几位官场上的对头，还真是对我恨之入骨呀。只是连累力兄了。哎，哪里话？什么连累不连累的？我们厉家能在江湖上安身立命至今，靠的不也是与你们韩家守望相助吗？你我两家相互扶持，本就是分内之事。再说今天杀得很痛快嘛。力兄这样子，还真是跟厉伯父一般无二。我可不敢和我家老爷子比。哎呀，不过这话说起来，咱们两家一文一武，好比南辕北辙，怎么会成为世交的？啊，大人，收拾好了。力兄，我也曾好奇此事，特意查阅过家传札记，还真得知了一些昔年往事。你可听说过100年前曾雄霸靖州的七玄门吗？接着说。你我两家的先人，曾在此帮派做过师兄弟。当真有此事？书香门第就是好啊，上百年前的事还能给记录下来，流传后世。我也是对此事好奇，便派人去调查了一番，还真发现了一桩趣事。话说，当年我有一位叔祖，有可能是仙人。是什么？我说，我叔祖可能是仙人。你叔祖是仙人啊？那我家叔祖还天兵天将呢。哎，你祭祖之时，叔祖没给你托个梦啊？韩贤弟啊，韩贤弟，这个世上只有门派豪强，哪有什么仙人？
米。哎，好嘞，8升米。这附近是青牛镇，没错吧？青牛镇，咱镇子名为韩家镇呐，100余年前就已经改名了，客官可记着了啊。不过您最近可是来巧了，这工部韩侍郎回乡祭祖，各方人物都会前来拜会。话说这韩家崛起啊，也不过100余年时间，如今在咱们虚国靖州啊，也算得上是声名显赫。小二，哎，来，哎，来了，要点啥，客官？啊，把你们这儿的特色菜都给我端来。好嘞，马上来啊。真的不一样了。风筝，哥哥，这个好看，这个好看。哎，过来啊！你们两个慢点儿，让着点妹妹啊。这孩子又不是第一次来，孩子喜欢甜点慢点。再来啊！哎，别跑远了，我们要回家了啊！慢点儿，真好看。和娘亲牵着。哥哥，我们回去做饭好吗？天快黑了，咱们先回家吃饭，明儿一早再去。一言为定，可真好。走喽！慢点啊！记忆中的黄土路都铺上了鹅卵石，矮墙草屋也变成了这高门大院。小妹，你猜我给你做的什么？什么呀？弹弓！瞄准！啊！林二嫂，跟爹砍柴去，你给爹拿着镰刀。砍柴去喽！别乱挥，臭小子！记忆中的那个山边小村，如今一丝影子也找不到了。韩家宗祠。如此多的牌位，可上面的名字都好陌生。纵使大道无情，也敌不过近乡情切。所有的思念，不过是深埋心底罢了。即便修仙之路已走了这么远，也无法真的做到断情绝育啊！爹，娘，小妹，韩丽回来了。
快点啊！哎呀，李兄，你也太性急了。不是说了在祭祖后才将炸鸡借你1月吗？火急火燎的。韩贤弟啊，谁让你提到了这手札后面记载了一套家祖留下的成名步法？我自然是想要早一日看到了，叫罗什么步来着？话说回来，好好的东西，为何非要供奉在这宗祠内？要被人偷了，岂不糟糕啊？宗祠周遭有精通武艺的家仆日夜看守，一般人绝无法靠近的。就算能得手，不怕我们韩家追击报复吗？嗨，你韩侍郎的手段我可见多了。哎，等等我，李兄，那步法你学得会吗？你别管，我就是要学习一下。你认识？好个贼子，竟然追杀到这儿来了！吃我一拳！李兄，可有受伤？没事，此人功力深不可测，但是似乎没什么恶意。这位壮士，在下乃当朝工部侍郎，韩家之主韩瑞。壮士此番可是来杀韩某的？韩家之主？不可能！阁下是何居心？为何照着画像易容成我韩家先祖？你认得我？今日倒是没有易容，我天生如此相貌，不可以吗？世间容貌相似之人的确众多，但易容成我韩家先祖，又出现在此间宗祠的，可就只有阁下一位了。哼，应对不错，不愧是在朝为官之人。韩家能有今天的兴旺，你们这些后辈的确功不可没。不过，你怎么会知道我的相貌？记得我自小离家之后，家人应该不知道我成年后相貌才是。难不成是七玄门的人绘制的？七玄门，或是厉飞羽做的？阁下怎知我家先祖名讳？你姓厉？正是。阁下既然口口声声自称先祖，那肯定知道我们这位叔祖自小离家，后来行踪成谜。但这都是200余年前的事了。韩某怎么看不出你有如此高龄啊？仙人，法术。你真是叔祖？仙人，法术。你真是叔祖？没想到我们的后人竟结成了通家之好，真是不可思议啊！厉飞羽，久违了，好兄弟。
看来那之后，你真的如愿以偿娶了心心念念的张秀儿为妻。之后的人生，倒也算美满富足。乾坤抚养，仙鱼醉醒。可惜，即便给你留了那些丹药，最终也未能让你颐养天年。那抽髓丸，确实对身体的损伤太大了。好在厉家的香火得以延续，如今也是家道兴旺，算是不虚此生了。敢问前辈，难道我厉家先祖书信中所说的那位至交兄弟，是否就是叔祖？嗯。前辈，宗祠之内保留了几位先祖用过的旧物，只有历代韩家之主才有资格得见，旁人绝无法分辨。若是您认的这些，拿出来我看看吧，也不知道能认得多少。前辈稍待。原来是这些东西啊！真没想到今生还能再见到它们。除了几件估计是我离家后添置的之外，都是认得的。这是父亲给母亲雕的木钗，这是小妹最喜欢的弹弓，她的玩具都是我做的。其实她最喜欢风筝，可惜我做不好。这是祖宗在上，方才若有僭越之举，还望恕罪。不孝子孙韩瑞，拜见叔祖。当年家中穷困，连吃饭都是问题，我才被迫离家拜入七玄门。最初只是想为家中讨个生计，后来，不过，没想到离家数百年后，韩家也变成了世家大族。若是我出生在如今的韩家，说不定也不会走上修道之路了。当真是万般皆造化，世事难两全呢。你二人起来吧。我这个韩家叔祖，这么多年都没有回乡一次，对如今的韩家来说，和一个外人也差不多了。不，是我等子孙不孝。此番得知叔祖仍在人世，自当派遣子弟在叔祖膝下尽孝。尽孝？那倒不用。我此次回来，只是为了看看尘世之中最后一丝牵挂，了却凡尘俗念。如今看到韩家，还有挚友的后人都安然无恙，也可放心的离去了。叔祖，这就要离开了，不若给族中子弟些许教诲，再走不迟啊。不用了，我刚到此地时，已用神识扫过，韩家族人虽多，
但却没有人身具灵根，与我也没有什么机缘可言了。不然，我倒是不介意带1、2名本族子弟前去修炼的。看来是我等后人福薄，无缘随叔祖求得仙缘了。无妨，身具灵根本就是万中无一之事。况且依我本意，韩、厉2家子弟，还是不要踏入修仙界为好。毕竟现在的修仙界并不太平，破家灭门、举族尽没之事时有发生。若是牵连了整个家族，反而不美。谨遵叔祖教诲。适才金乌之时，见你与我韩家甚是亲近。当年我和厉飞羽以兄弟相称，我这个韩家叔祖自然不能亏待了厉家之人。这些丹药对习武之人大有助力，你且收下。晚辈厉风，代表厉家全族，谢过韩家叔祖。此剑乃我做下灵虫凝聚而成，我将其留在此间。若有一日韩家遭遇灭门之祸，可让族人躲在宗祠之内，凭此剑可消弭一劫。不过切记，此剑并非我亲自操控，但凡出鞘，除了祠内之人，方圆10里活物不存。是。此物对于凡世之人来说，绝非儿戏，千万谨慎使用。这是激发灵剑的玉佩，往后就由历代韩家家族掌管吧。是。切记，此剑不可带离祠堂，每动用1次，灵窍便会淡薄1分，3次用完，灵剑便会重新化为灵虫，消失不见。我想，3次解救韩家的机会够了。毕竟世上哪有永世不灭的富贵？韩家再绵延数百年的风光，随后重新归于平凡，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一切听叔祖吩咐。你们方才能认出我，想必这宗祠之内定有我的画像。拿给我看看。叔祖，这边请。族谱上记载，当年虚国饥荒战乱，族中多有妇孺流离失所。叔祖的父母和妹妹有仁善之心，竭尽全力赈济乡里，收养遗孤。若非有您这一家，恐怕韩氏的血脉早就断绝了。而后，韩家所有后人，皆以您这一脉作为家族共祖供奉。
我心愿已了，没有什么牵挂了。这丹药，你二人即刻服下，可保你们长命百岁。这是禁灵剑的秘密，务必严守。还有，今日与你们相见之时，且当作是一场梦吧。汉贤弟，哎呀，昨天晚上咱俩是喝多了吗？头晕晕乎乎的呀。我也是，就是好像做了一个梦，梦里看见祖宗给我托梦，显灵了。我好像也做了个梦。就是模模糊糊的，估计是近来日夜赶路太累了吧。哎，这是祖宗显灵了！祖宗显灵了！列祖列宗在上，韩家后人拜谢叔祖。好家伙，这老韩家祖上是真有仙人呐！这里是家园城吗？和青牛镇一样，依稀当年模样。却是物是人非。主人在找什么呀？哦，没什么。光阴流转，时移世易，毕竟连曾经的虚国七派都已不复存在。更何况这凡间的种种。不过，你最近几日倒是格外的安静啊。主人这几日思虑颇深，不好打扰嘛。这点眼力劲儿，应该还是有的。走吧，没什么可看的了，回落云宗吧。怎么了，主人？有几只小老鼠。
两位师叔，是出什么事了吗？适才我们感应了下对方位置，发现灵鹰忽然停止不前，在那儿一动不动，不知是何缘由。莫非是惊动了镜中的灵鹰，令对方有所察觉？哼，怎么可能？此等功法可是你们师祖亲自传下来的，只能单向感应灵鹰的位置。更何况这两地远隔数百里之遥，早就超过了寻常元婴修士的神识范围，总不能我们追的是哪位元婴后期的老怪物吧？不好，灵鹰的位置正向着我们这边而来。什么？真的过来了，而且速度极快，一定是元婴修士。若与此人动手，我们必死无疑。速速施展联合诀，这附近有一处鬼灵门分坛，我们先逃到那儿，对方未必立即攻击。先用阵法掩护，我们逃掉的机会很大。师姐，速速给老祖传信，此间状况绝不是你我能应付得了的。主人的神识还真是强大，全力催动之下，200里外的动静都能感应个8、9不离10。哎呀，不过这下呀，真是麻烦找上门了。谈不上多大麻烦，对面只有2名结丹修士，鬼鬼祟祟的，还能寻机找到我，自然不能让他们掉在身后。尽早铲除，永绝后患。怎么还有其他人？若这样下去，我们便来不及逃进鬼灵门分坛之内了。前面那些鬼灵门修士，好像正向着我们而来。鬼灵门的，是发现我们了吗？玉灵宗来此地做什么？这不是玉灵宗的汉师妹和柳师妹吗？真是稀客呀！怎么办，师妹？要将实情说出吗？灵鹰之事不可泄露，我来想办法拖延他们。原来是鬼灵门赫赫有名的铜鬼二老，可真是巧啊！巧？你们玉灵宗的人来了虚国招呼都不打吗？二位息怒，因为事情紧急耽误不得，所以还未来得及通知贵门，绝无刻意怠慢之意。哼，不管你们为何而来，我只想问一句：你们前几日有去过太岳山脉吗？太岳山脉我们没去过，倒是我们身后100里之外有名修士是从太岳山脉方向而来，时间也与2位道友所言对得上。那你们怎会如此了解？难道此人也是贵宗的修士不成？小妹绝对不敢欺瞒二位，刘玉一道心历史，绝不认识此人。二位若还是不信，大可亲自前去一问便知。至于小妹是如何得知的嘛，师妹，不好，身后有人似乎更快了。什么？我们今日确有急事需要赶路，改日再向2位师兄专程赔罪，如何？慢着！今日我2人奉了碎魂真人的命令，前来探查其后人被害之事。你2人的行踪过于诡异，若是想指认那身后之人，不如与我们一道前去对峙一番。我喊！对峙？怎么？2位是想抵赖吗？师姐，怎么办？强行突围。说的那人竟然是元婴老怪，
他们想骗我们去送死。废话少说，赶紧跑！能走一个是一个。我去向老祖汇报。老鬼，你也快撤！玉灵宗，给老子等着！这帮没用的家伙，白白耽误我们逃命时间。有他们做掩护，给我们逃命的时间增加了不少。快走走！又来了，还是鬼灵门的修士。一共17人，还都朝不同的方向逃遁，是觉得我分身乏术吗？哼！凭我的烽火遁术，比月营出去的修士也不见得弱到哪里去。哦，是吗？道友跑了如此长的路程，实在辛苦，还是让韩某送道友一程吧。前辈饶命啊！在下是从碎魂真人，乃鬼灵门少主的护法呀！不用介绍了，我记得你。不可能啊！什么？同胞陨落了？怎么会这样？完全不怕引起鬼灵门的敌意吗？是正道盟还是天道盟要开战了？不行，必须禀告师尊，来不及了，燃烧精血也得活下来，怎能命丧于此？你逃的倒是比另一人快些。前辈，有什么不能好好说呢？好好说，我还真不知道贵派有这种传统。若不灭了你们，恐怕就该轮到魔道的老怪物来追杀我了。进化到如今的噬金虫，连法宝都能吞噬干净了。就是随着强大，控制起来没有那么得心应手了，确实需要更强的聚种术了。4名弟子竟然同一时间遭遇了毒手，看来还是低估了元婴老怪的神通了。早知如此，还不如拉着那几个鬼灵门的修士与此人拼一下。是他，这还真是。不对，怎么会？竟秋毫未犯，也没有伤我。连储物袋也未曾动过，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此人认识我？不可能啊！除了玉灵宗的祖师爷外，其他元婴修士我一个都未曾见过。看来柳师妹不是已经陨落，就是已逃出了感应范围，
以此人的手段，恐怕是遭遇不测了吧。这位元婴前辈，究竟是为什么没有杀我？恭喜主人，收获不少嘛！别瞎说，若不是此女身上有件令我感兴趣的东西，我是断不会留她性命的。不行，这样下去是逃不掉的。快想想，快想想！活下来！前辈，居然被我碰上了。果然没错，这是七重榜第18位的6翼双弓。什么？怎么可能？主人都已经有了提魂和噬金虫了，这蜈蚣这么厉害吗？这可不是一般的灵虫，此种蜈蚣与噬金虫一样，都是蛮荒时期的上古灵虫。据说它们拥有部分冰属性真龙的血统，一旦进化到了成熟体后，通体雪白，背生6翼，喷吐的寒霜足以覆盖100里。灵虫既已认主，强行夺取自是不行的。再说，御灵宗的控虫秘术，我还是很好奇的。原来如此，主人还真是一心修炼。不过这另一人也放了，是为何呀？汉云芝是吧？此女身上总会看到一丝小妹的影子。罢了，反正也没有被她看清面容，就这样吧。终归我的本性还是做不到翻脸无情啊。只要到了西国，就算暴露了，鬼灵门和御灵宗又能如何？也是。这天道盟和魔道本身就是敌对关系，只要不被困在对方势力范围内啊，他们就算再暴跳如雷，也只能嘴上骂骂罢了。不过，主人今日还真是有点……怎么了？所向披靡的意思。只是几个结丹修士受到青睐罢了。至于所向披靡，得找个机会跟元婴同阶过过手才知。
哎呦，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韩师弟此番游历，可是有什么奇遇呀？四下巡游了一番，灭了几名作恶的魔道结丹修士。魔道？有何不妥吗？二位放心，韩某并未留什么首尾。魔道结丹修士，多半是亲传弟子。好啊！正魔两道都是一丘之貉，我可还记得上次三派事件，他们算计我们的账。师兄还因此受了伤，到现在都没恢复。你此举也算是替我们出了一口恶气呀！师兄过奖。哎，走，韩师弟，咱们喝茶去，边喝边聊啊！来！哎，对了，师兄，听说了吗？近来玉林宗的东门长老和鬼灵门的碎魂真人，在虚国地界狠狠地做了一场。这两个老鬼平素轻易不出山门，这又是为何呀？谁知道啊？反正这魔道之人就没几个正常的。呀，你醒啦？你是谁？道友身上的味道还挺好闻的，兴许是养了不少灵兽的关系吧。罢了，既然你已经醒了，就随我去见主人吧。主人又是谁？这是什么地方？你的问题好多呀。西国云梦山。云梦山。天道盟。哎，行了，别做梦了。哎呀，把你带过去之后，我还有好多活要干。哎呀，走吧。镇族灵兽，不愧是御灵宗的好弟子，对于御兽之道，还真是钻研颇深呢。去了。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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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你们为何跟踪我？鬼灵门和魔焰门的修士找上我，也算事出有因。可你们御灵宗，我似乎没有招惹过呀。前辈，轻估了本宗的圣物，小女子才不得不奉命前来追查此物的行踪，绝无冒犯之意。圣物？你说的是这东西？这灵婴乃是御灵宗花费数代人心血炼制而成的。前辈放心，上面并没有什么禁制标记，是我与一名师姐修炼了一种特殊秘法，方能远距离感应灵婴方位。但若身处天道盟，与魔道相距如此之远，是绝对无法感知的。炼制？这妖婴竟是御灵宗炼制出来的，那肯定大有用处了。此事涉及我宗隐秘，若是泄露半分，将来给本座听听吧。这赤木灵婴可以和修炼过特殊功法的木灵根修士进行融合，甚至可以凝结替代元婴，直接获得元婴期的修为和神通。直接进入元婴期。若真是如此逆天，你们御灵宗岂不早就一统魔道了？前辈目光如炬，这灵婴炼化的材料的确极其苛刻，核心关键在于需要门内长老作化时溃散的元婴，还需赋予融合仪式，必须5行元婴同时主持才行。这适配者也寥寥无几。更重要的是，依靠此功法，进阶的修士拥有的也只是结丹期的寿元。果然，这法子与修炼煞丹一样，都是有很大隐患的速成之法。不过人造元婴，也着实是匪夷所思了。前辈既已知晓，小女子的命也就没用了吧？你之前驱使那几只灵虫，是七重榜上的6翼双弓吧？以你的修为，怎么会拥有这种上古灵虫？放出来，我再看看。前辈也知晓我宗的七重榜。晚辈是从一处上古修士的荒废洞府中寻觅到这些虫卵的，本以为是死卵，但没想到机缘巧合之下，终是孵化出了几只。听宗内的长辈说，此虫虽成年后神通无穷，但培育起来却困难无比。等它们长大，至少要上千年的时间。因此，倒也一直没人打他们的主意。我自有办法，让他们短时间内提升1、2阶。故而，我对此灵虫还是颇有兴趣的。另外，我听说御灵宗的驱虫术也有些独到之处。这驱虫术，乃是御灵宗中不传之秘。若是泄露出去，即使回宗，也是抽魂炼魄的大罪。再说，这灵虫已与晚辈血脉相连。行了，你想说此灵虫自幼便以你精血喂养，即使此刻现于我也无法驱使，是也不是？
本座自不会强夺你的灵虫，不过他们产下的虫卵必须交于我。得到了虫卵和秘术，我便放你离去。晚辈回宗也是死路一条。若是成为散修，恐怕这辈子都与结阴无缘了。况且，晚辈已经知道了前辈的身份和所在，前辈岂会轻易放晚辈离开呢？那你打算如何？难道想让我立下毒誓，还是想用自爆灵虫要挟我？啊不，晚辈不敢，只是斗胆，想向前辈求一个自保之法而已。刘玉自问没有家族背景，在宗内也没有师长提携，一身修为全凭自身侥幸走到今天。若前辈不弃，小女子愿从此拜入前辈门下，恳请前辈收下晚辈吧。只有得到前辈的庇护，晚辈才敢将一切毫无顾忌的告知。否则，即使前辈不杀我，玉灵宗也绝不会放过我的。倒是懂得审时度势。心思细密，胆量也还算可以。2个条件：一，你要受我神魂禁制；二，只是记名弟子，本座的功法未必适合你修炼。这都是应该的，能捡回一条小命，刘玉绝无半句怨言。徒儿拜见师父。事已至此，我自是不会出尔反尔的。你就改个名字，从此加入落云宗吧。多谢师尊成全之恩。你先回去密室调息一下，明日我便带你去见落云宗另外的2位长老。是，师尊。是师尊。主人一贯是不愿意收徒的，说只是要这秘术，完全可以搜魂醒来的。哦，莫非主人对这6翼双弓还另有妙用？不错，按现在的进度，想将所有乾蓝冰焰全部炼化，最起码也要200余年。而这6翼双弓的寒气，能够大大缩短炼化时间，甚至还有增幅的奇效。音乐。你还记得玄古老魔当初施展的修罗圣火吗？自然记得。那种级别的魔焰，人若是寻常修士，怕是当初在夺鼎时就形神俱灭了。幸亏当时情况紧急，没有给他足够的时间。否则啊，若真让他修炼成了，不说纵横一界无敌，也绝对是少有对手。难道主人也想融合此火焰？虽然我不知此火是何来历，但它的威力明显更胜乾蓝冰焰。若是我猜的不错的话，
随着6翼双弓的寒气进阶，此火吸纳后的威力只会更加强大。照选蛊的方式，以玄魂阴火做主，随后再将提炼完成的乾蓝冰焰投入其中，再加上6翼双弓的独特冰焰，并以地邪神为加以驱使。到最后，恐怕不会弱于修罗圣火多少的。主人纵横天南，真是指日可待啊！灵眼之术、灵眼之玉，还有上次带回来的灵眼之拳，想必今后修炼的成效又能提升不少。如今虽已结成元婴，却是更要保持警惕。毕竟那些修炼到元婴中后期的修士，哪个不是活了几百年的人精？岂能没有各自的杀手锏？得来的诸多秘术，还是要尽早掌握。收下吧。谢师尊。还有一事，既然在洛云宗安定下来，自然要适当培养一下自己的实力，以免消极闭塞。此女懂得察言观色，又善于与人交际往来，想必用不了多久，便会在宗内熟人起来。哎，甚好，甚好啊！本宗又多了一位结丹女修。白凤峰的宋世侄一直缺个副手，刘世侄，或可一试啊！全凭师伯做主。好好好。闻名天南的武道大宗，这重甲术操控下的包甲，要比之前的战甲坚韧太多了。是变强了没错，就是看着平平无奇的。我给主人设计一个。哎呀，等以后有机会了，把样式也升级一下。 不过更神奇的还是这玄牝化婴大法，这的确是能创生第二元婴的逆天神通，但其条件也极为苛刻。首先，必须侵占其他元婴，将其神识抹去并与自身同化，这其中要冒着神识反被同化吞噬的风险。
其次，还需要准备一具元婴级别的躯体，让第二元婴进行夺舍。元婴修士，别说是活捉了，便是想下重手杀死，也是千难万难之事。不过好在，有先前柳梅提到的5行灵婴秘术，不需要元婴修士，只要让灵婴和结丹修士融合即可。如此看来，将此物炼成第二元婴，10有8九也是没有问题的。不过此事有太多变数，还得从长计议，做好万全准备才行。韩师弟，交易会的时间快到了，要动身前往九国盟喽。年轻真好，可惜喽，我的寿元不多了。师兄，又说笑了。以师兄年纪，最起码再有个100-200年是没有问题的。自从上次受伤之后，亏损过多，即使从此再不与人斗法，也顶多硬撑个50-60年的样子。不用安慰，时也命也，否则我何必如此心急地拉拢韩师弟加入咱们落云宗呢？不过现在看来，我确实没看走眼，可以安心了。师兄派出的弟子，真的查出韩师弟来历了？说出来你别不信啊！咱们的韩师弟，100多年前曾被那黄风谷那个灵狐老怪当成弃子处理了。是吗？那老鬼要是知道现在的韩师弟，估计得捶胸顿足啊！毕竟黄风谷在九国盟的日子不太好过，光凭他一个元婴支撑下去，太勉强了。想到你不会独木难支了，我也就放心了。飞遁了数月，可算是到了田天城附近了。被我二人带着飞遁这么久，木仙子也是辛苦了。请。吕师兄挑选的路线，避开了正魔2道大派镇守的国家。这才有一路的风平浪静。这几百年来，宗内都是程师兄主内，我主外，东跑西颠，为兄习惯了。不过话说，这100年一次的交易大会改在这田天城举办，也是最近才开始的。此前呢，可都是由正魔2道分别把持。自从正魔大战开始后，各方势力都不再放心了。如此一说，还真是便宜了九国盟。不过，我对这田天城的传闻倒真有点兴趣。听说当年木兰法师联军曾一度打到虞国境内，最终就是被新结盟的九国修士利用此城的上元灭光阵击退的。此战中，光元婴修士就阵亡了数位，不可谓不惨烈。这毕竟是全天南唯一的修士之城。不过韩师弟，此城绝不会让你失望的。倒是没有想到，此次师弟也把木仙子一起带来了。他正好修炼上遇到了瓶颈，有这机会出来开开眼界也好。
毕竟，若是无法成功结丹，此次盛会说不定是他此生唯一一次参加的机会了。你说，咱这个韩师弟到底所修的是何功法呀？傀儡术、炼丹，还是御剑符箓？修炼之途万千造化，他总归得是有一样擅长的吧？毕竟刚刚结营，能自保就好啊。哎呀，咱们好不容易才找到个师弟，可不能出了什么事。哎呀，可惜呀！若是咱们这韩师弟也是主修水属性功法就好了，我定将我这一手千浪诀，里面的桃木神通教授于他，就算斗法失败了，也不至于丢掉了性命。不过师兄，还请放心，咱好歹也是元婴修士，做师兄的第一次带师弟出门，断然不能让师弟在外受了欺负。韩师弟，此次闭关修炼，你在修为上可有？公子，出什么事了？有对修士正故意向我们这边飞来，其中有元婴修士。元婴修士有吗？还真是的，想不到师弟身世如此强大，竟比为兄还早感应到一点。当真缜密。都到这儿了，韩师弟的神识还保持着全力放开。倒说不上全力放开，只是自动感应的罢了。不过远处的那名元婴，看起来也是神识不弱之人呢。像是修士做派，分明像是帝王出巡，如此招摇，过于不合情理了。元婴老哥的心情，还真是容易被功法影响的千奇百怪。南陇侯，这个人过来干嘛？他难道也来参加交易会了？韩师弟，千万不要乱说话。这老怪物神通广大，脾性怪异，但当年我曾和他有一面之缘，一切由我来应付。敢问里面可是南陇君侯？在下洛云宗吕洛，见过道友了。你谁呀？300年前，曾随家师木离上人。原来你是木离那酸儒的徒弟啊！没想到连你也结成元婴了。听闻令师300年前一别后，回去便作画了。真是有点可惜啊。话说你身后这2人是什么人？面孔生得很啊！君侯，这位是新加入洛云宗的韩立师弟，旁边的这位姑娘是其侍妾，姓穆，穆姑娘。
韩师弟啊，君侯是家师的舅舅，你也来认识一下吧。见过南陇侯。韩立，新进阶的元婴修士，有意思，就是不知道神通如何，让本侯来试试吧。元婴斗法吗？韩立，新进阶的元婴修士，有意思，就是不知道神通如何呀，让本侯试试。这万万不可！韩师弟才凝结元婴数年，怎可能是南陇道友的对手？放心，本侯不会以大欺小的，只是用神识比拼一下。君侯说笑了，神识争锋危险异常，怎可轻易比试啊？你着什么急啊？说不定韩道友自己愿意一试呢。况且，此地已经身处田天城千里之内，交易会期间，似乎有一条特殊的规定。君侯所指，莫非是强行交易？不错。那位姑娘，我见犹怜呐。正好，这2名宠姬我也有些厌烦了。反正姿色和修为都差不多，就用他们2个和你交换，如何？哦，看样子不是很情愿呢。那就比拼一下神识强弱吧。若是你赢了的话，本侯的2名爱妾就送你了。于师兄，强行交易，什么规定？韩师弟，这强行交易是田天城交易会期间的一条特殊规则，目的就是在不伤及性命的前提下，让元婴修士之间解决争端。眼下真是麻烦了，就是九国盟执法在此，也无权干涉对方的。韩道友若是怕受伤，也无妨，那就直接交易好了。反正2换1，你不亏。好啊，比试一下。若是韩某侥幸赢了，也不要君侯身边的爱妾，只想知道南陇道友一定要神识比试的真正理由。道友可不要说是见在下不顺眼，或者真是见色起意了。好，
答应了。公子，师弟多加小心呐！若是不行，就马上认输，师兄会出手阻止的，千万别受伤。好小子！君侯如此用意匪浅，韩某对此事还真是有点好奇了。跟聪明人说话就是不累。要不是刚才你扫过我时，让我觉得你神识不弱，本侯才不愿意亲自下场找你比试。韩某初结元婴不久，正想试试神识和其他元婴的差别。其他元婴，我可来得好。神识化形，得到了元婴中期以后，才可能靠强大的神识之力掌握。但韩师弟这个，我终于知道了，韩师弟主修的功法就是神识类的。神识竟然还在增强，如此一来，公子也有一拼之力了吧？不太好说。南洛侯早在300年前就已经进阶元婴中期，现在恐怕离后期也不过一步之遥。想要胜过这种老怪物，难呐！竟然是势均力敌。不错。终于要认真了吗？
此等威力，真是令人……快看，有元婴修士对决，谁这恐怖如此啊！已经动用了10之7八的神识之力，此人仍能轻松接下，游刃有余。难道他的神识真的在我之上？比试到此为止吧。再继续下去，韩某恐怕真要支撑不住了。韩道友太过自谦，功法不论，单论神识，道友绝不在本侯之下。此次比试就此作罢也好，否则真伤了和气。修士之间，无论达到何种境界，终归还是要以实力说话的。你的实力我已经了解了，既然如此，阁下倒是符合参加行动的条件了。不过，此事关系重大，这里不便明说。交易会开始的第4日，道友可以到这玉简上标明的地方一聚。本侯到时给你介绍几个人，还有一桩天大的机缘。机缘？介绍几个人？哈哈哈哈！你这个人有点意思，懂得藏锋敛锐。若是一个不留神，就容易在你这儿吃大亏呀。哈哈哈哈哈哈！乖张行事，锋芒毕露，也是另一种隐藏心机的手段罢了。彼此啊！公子，你没事吧？没事，只是神识耗费了一点。我的好师弟呀，你瞒得为兄好苦啊，白让师兄如此担心了。师弟可从没有瞒过什么，只是2位师兄从未问过而已。来，不过还是真没想到，师弟竟能和南某侯比拼神识不落下风。唉，此人成名已久，在整个天南的散修中，也算是排得上号的。此人出身
也是鲜有人知。若再和这种人打交道，啊，师兄，刚才的动静恐怕会引来不少修士，不如我们现在出发。哦，对对对，刚才虽然虚惊一场，不过师兄和我对你一直好奇的事，终于有答案了。哦，是何事？你主修的功法呗。啊？神识方面的，还能有啥呀？哎，不过师弟无需多心，我们只是瞎担心。虽然不是什么功法之道，也算不得什么诡异遁速的犀利神通，也不是什么御兽阵法的辅助，但是呢，自保就行了呀。咱们落云宗可以自保，就很好了。这就是甜天城。怎么样，韩老弟？是不是难得一见如此巨大的城市啊？这可是咱全天南唯一的修士之城啊！此城虽大，但和我见过的天星城相比，更像个军事要塞。哎呀，这每次一进甜天城100里之内，就得步行过来，这规矩定得真是麻烦。此等禁制，对我等元婴修士而言，只是一种表面文章罢了。吕师兄遵循此等规矩，恐怕还是因为此城的真正主人吧。韩师弟不光神识过人，见识也过人呐。没错，九国盟盟主魏无涯，后期修为一步登天，威震天南，确实是一位人物啊。魏无涯吗？这里常年处于战事前线，还得防备木兰细作。唉，木兰和天南不同，他们几大部落可是团结得很啊。反观天南，嘿，算了，走吧，咱们先去别处。来看看，看看需要点什么。你这灵果跟我们花雨国都不一样呢。来看看天机门独有的炼器材料，来我先看看。哎，这位道友，你也来看看，独有的。来，老板，那个，你来看看呀。这个是吧？啊，看看。韩兄弟，
就是此处了。天道盟驻田天城的驿馆，专供各宗长老休息的。这里呢，有元婴级的禁制格局，不会受到打搅的。哦，原来如此。韩师弟呀，这不吕兄吗？怎么来得如此早啊？蓝兄到的可比咱早啊！啊，来，给你隆重的介绍一位，这位是我们落云宗新晋的太上长老韩立，想必你也听说了，我就不用介绍了吧？见过蓝道友。哎，道友突破时引发的动静，老夫感受的可是真真切切呀！能有如此修为底蕴，当日在圣树里，老夫看走眼也不奇怪了。韩某也是久闻圣树大名，这才进入圣地看上一眼，对三派并无恶意。蓝道友莫要介怀。哎呀，这么说来，那一日在灵树内有一些未解的疑惑，便说得通了。蓝道友此言何意？哎，无妨，圣树安在，就是最好的解释了。过去之事无需再提。哎，对，我信你。哎，对了，老夫啊准备去金龙阁参加元婴交换会，不如二位和我一起过去看看。哎呀，韩师弟呀，咱们可算来着了呀！我跟你说啊，像这种级别的交易会，那可不常见呐。再说，要是不去的话，岂不是见识不到那些宝物了吗？那可不是。那就依蓝兄所言。公子，那我就在这儿等你。这玉佩已注入灵力，可产生灵体护罩，凭此可自由出入这里，千里之内我都会有所感应。多谢公子。请。韩兄，请。哎，蓝兄，这金龙阁还有多远啊？马上就到了。哦，就是这儿。哎呀，活了几百岁了，还是爱玩这套幻术的把戏，真是。进去吧。里面请。哎，您的面，请。努力呀，自努力。来，倒上。天津老鬼。在下乃落云宗吕洛，见过天津真人。这是我落云宗新加入的太上长老韩立。韩师弟，这位是天津真人。落云宗韩立，见过天津真人。
道友年纪不大，身世倒是十分了得呀。行了，老鬼，其他人到的差不多了吧？快开始啦！这2张巫灵面具，二位收好。蓝兄，你还需要吗？切，少消遣老子！我这身形啊，谁不认识啊？凭幻术幻化身形，又能瞒得过谁呀？哎呀，走。哎。这面具当真神奇，在他人眼中，我多半也会变成这般模样。2楼面积竟如此之大，此人幻术颇为了得。元婴老怪，果然个个都不简单。老蓝，也就他不戴面具了。古剑门，云梦山脉吗？哼，正道和魔道的家伙来的还真是不少啊！看来是来对了。如此多元婴修士，远超我平生所见之总和。真是修为到了什么境界，才能接触到什么阶层的修士？别看此时这么安静，估计全都在默默传音呢。韩师弟，这里面有些人自视甚高，故意放出了功法。有合欢宗有名的肥叉双魔，对我们天道盟可是敌视的很啊。还有2个元婴中期的。哎呀呀，还真是座无虚席呀！欢迎诸位道友赏面，来此寒舍。若没有什么意见的话，交换会就开始吧。那老夫先起个头。此物正是传闻中冰火精之中的赤精之。如此狂躁的火灵气，至少也得3000年了吧？灵石10万，或者土属性同阶的炼丹炼器材料。10万灵石，比预想的要低啊！这赤精之的难寻程度，恐怕不差于九曲灵参太多的。要是不要10万，他好像挺穷的吧？嘿，老蓝的脾气肯定要还价，那可是赤精之，还价也没用。别种属性的材料行不行啊？老夫只要土属性的才行。你看我说对了吧？啊，肯定是下抢不光。不过这头一件怎么就没人抢了？可能今年财力都有限吧。赤精之也算珍贵灵药。这位道友，土属性妖丹可否感兴趣？道友可有高阶妖丹？哼，天南尚存的高阶妖兽可着实罕见，必须得是7级的，6级的话得2颗才行。哼，就高阶妖丹这种东西，主人身上可有过太多。天南大陆毕竟不是外星海，说不定这些人都没见过什么元婴妖修吧。成交。
成交了10万灵石，看着轻松写意，绝不像缺钱的。主人，他们好像都在打量你呢。无妨，凭我现在的神通，就算面对元婴中期修士，也有办法稳稳脱身的。恭喜2位道友，那么接下来请自由交换。此物只换赌符木。交易成功。相似的也行。没一个收我的。来，看来到了元婴期后，只有与同阶交换才能获得资财了。水火属性6级妖丹各1枚，千灵草2株，交换庚金。6级妖丹2株千年灵草，虽然价值不菲，但庚金，他可来错地方了。或者庚金的消息。道友，庚金这等绝品之物，想必道友也是知晓的。即便是这些材料，恐怕也换不到。但若只是消息，那未免也太过大方了。毕竟消息归消息，离真到手，那可是天差地别的。就像何人不知，这天南最大的秘宝长眠之处，是那传说了数万年的坠魔谷呢。提这个干嘛？我都忘了这地方了，毕竟很久没人敢去了。坠魔谷。坠魔谷。是啊，坠魔谷，还真是好久没有听到过这个名字了。传说中，那里曾是上古战场，那些早已失传的道法神通过于惊人，甚至撕裂出一道道的空间裂缝，空间紊乱，奇阵如律，可谓是步步杀机。多少年了？不知有多少自恃神通惊人的高阶修士贪图上古失落的遗宝功法，结果都未能活着出来。留在里面的各种奇宝越积越多，这些年来已经没有人再敢去碰运气了，彻彻底底地坐实了天南第一兄弟的名头啊！此等大凶大恶，十死无生之地，那些想进去的，可不是光碰运气。只叹如今，就连安然踏入的机会，也不留给我们这一辈修士了。为了财不外露，才拿出这些价值较低的东西，没想到如此多的元婴在场，竟连庚金的消息都没有。诸位道友既然大多换到了所需之物，临近最后，老夫倒也有几样小东西。傀儡，品级不低。这是结丹初期的傀儡。这天津真人难不成是千竹教的人？天津兄，金光宫不练了吗？怎么改修傀儡术了？哈哈哈哈哈！这几只傀儡是老夫前不久与几位道友在一处古遗址中寻到的，如今是囊中羞涩，拿来换些东西罢了。贫道想换的比较罕见，
在上古时期被称之为魂石。你知道魂石吗？真人口中的魂石究竟为何物？老夫是闻所未闻呐。无妨，贫道手中恰好有一块。哎，这不就是主人有一堆的阴冥兽精吗？兽精，魂石，果然没错。这类上古傀儡需要的法力供给就是大量魂石。当下正缺高级傀儡与其炼制之法。这不是刚才买赤金枝的道友吗？魂石这东西，他居然会有。道友，快前来，让贫道仔细瞧瞧。道友这枚魂石如此之大，倒真是少见。这些傀儡，道友尽管挑选2个。2个，有些不妥吧？这枚魂石，就换真人的全部傀儡吧。全部？道友，不觉得太贪心了吗？贪不贪心，真人应该很清楚。这些傀儡的确罕见，但这魂石又何尝不是？若没有此物，再多的傀儡也只是摆设罢了。我说的没错吧，真人？唉，好吧，毕竟如此大的魂石确实罕见。赌对了，他一定也知道魂石和傀儡的关系，也知晓炼制之法。全收了，这魂石这么值钱吗？韩师弟还真是深藏不露啊！真人若是还想要魂石，今夜寅时，我会再来的。此次交换会，师弟还真是收获颇丰啊！我告诉你啊，我都很久没见过这么多元婴修士了。等这次交换会结束，下次再开，还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呢。蓝兄啊，2位道友，我另有些事情，就先不回去了。既然蓝兄有事在身，那就尽管先去忙。各自。这不高兴了。这位蓝道友有点意思。这位蓝道友啊，幼年时误食了一株异草，所以呢，容貌身形就始终保持着童子模样。但他呢，为人豪爽直率，算是为数不多的可交的外派同道。那吕师兄既然如此说了，等下次有机会，韩某便分享给他一些棋谱吧。师弟有心了。毕竟古剑门里难得有这么一个对咱们落云宗友善的长老啊。虽然师弟神识不凡，见识过人，但是呢，还是要广结善缘呐。尤其是这种同阶之中最为犀利的剑修，你可见过剑修斗法是恐怖的威力。我跟你说啊，这剑诀这么一掐，化剑为丝，他还不知道主人有70多把剑，甚至可以以一敌多。这李师兄也挺有趣的。放心了，韩师弟，有机会啊，我一定会带你见识一下的。
真人，约定的时辰已到，该现身了吧？能在田天城中举办元婴交换会，背景一定不简单。欢迎道友再次光临本阁。仅元婴初期就敢只身前来，道友就不怕我强夺魂石吗？有点意思。道友难道就不怕我强夺了你的傀儡炼制之法吗？如果真人还想装糊涂，不愿与韩某真心交易，哼，恕韩某不奉陪了。且慢！数日后，拍卖会正式开始后，会有一块庚金，其主人就在西门外的一座小山中。道友若是感兴趣，可以去试试。还有傀儡之事，也可商量。但你也必须告诉我，是如何获得这些魂石的。可以。阴冥之地，阴冥兽，这……你可以不相信我，但这魂石是货真价实的，换取阁下手中的傀儡术，道友也不算吃亏。否则空有法门，没有魂石，又有何用？你想怎么换？若是全力一击，能有元婴期的威力，就算送你20-30块，又何妨呢？都是这种品质的魂石，真的能炼出元婴级傀儡？韩某既已出口，就绝不是虚言。唉。既然如此，此法便是道友的了。老狐狸，唉，哼，怎么？这里面最高等级的傀儡，甚至能堪比元婴中期修士的攻击，难道还不符合道友的要求？可要求的主材料过于逆天，要上万年份的铁木，还有几种材料我都闻所未闻，让我上哪儿去找？这炼制之法对我毫无作用。唉，这贫道就爱莫能助了。修仙一途，人各有命。真人迫切地寻找魂石，难道不是已经找齐其他的材料了吗？我什么时候说要自己炼制了？哦，只不过在古遗迹中找到了2只半成品的高阶傀儡，将魂石融入其中即可。好了，在下已经将这傀儡术交予你了，那么剩下的魂石……这次是韩某不慎，吃了哑巴亏。不过我也不会有什么怨言的，东西两清，就此别过。跟老夫比心眼儿，还是太年轻了。
跟主人比心眼儿，他可真是想太多了。不过刚才主人演的也太真了吧，我都差点被你骗过去了。万年铁木对别人来说不太可能，但有小绿瓶在，只是多花一些时间罢了。至于其他材料嘛，虚天殿中那些傀儡残骸中应该都能找到，只要慢慢收集一些辅助材料就好了。这全力攻击相当于元婴级的傀儡，如果真炼制出来，自然是威力无穷。底牌自然是越多越好了。嘿嘿，没错。走吧，去会会那个庚金主人。本命法宝的威能提升是最重要的。快来看看，稀有药草灵植，快让我瞧瞧。导游，请看。你家这卖的东西挺全的呀。对，除了法器之外，我们还经营各种东西，包括法器炼制。啊，那我先再看看。走，您再来我。别走啊！价格好商量。我们再看看啊。你听说了吗？昨天拍卖会上有一个东西拍到了70多万灵石。当然听说了，叫羹什么的。主人也不要过于见外。那倒没有，这价格确实过于虚高。况且只有核桃那么小的一块，就算得到了，也勉强只够7、8口飞剑的。就是，那庚金主人也是，除了灵石，非指明要什么传说中的化衣神泥，太难为人了。好在拍卖会上，倒有几种炼制傀儡的辅助材料，也不算一无所获。走吧，去符箓店转转，研究那降临符，还需要一支高阶的制符笔。您拿好。功法、法宝、傀儡、符箓，啊。主人哪怕到了元婴期，要操心的事还真是不少。哎，弄回来东西不赔就想走啊？没说我不赔，我只是刚才逛别的店都花完了。那你弄回东西不赔？而且只是个火元符，值300灵石。哼，怎么了？就值300灵石？怎么说话的？哎，这声音好耳熟啊！是他也来了。去看看怎么回事吧。就300，想耍赖吗？好，这是我宗的身份令牌。暂时寄存在这，我现在就回客栈找我同门师兄弟借灵石，行了吧？嘿，一文不值的破牌子，我要它有什么用？万一你跑了，我还能追到西国去。哎，来，大家都来看看啊！哎，堂堂一个落云宗，竟然还要赖账啊！啊，哎，要打人了啊！哎，看！这怎么还打人呢？是啊，卖东西付灵石天经地义的，火云宗的人都这样。你这火云符顶多就值100灵石，是你损坏的吧？啊，自己惹的事当然承认，但是你要不赔，休怪本人不讲情面，通知本城的执法使了。执法使？这必须得通知。对，不还是向着你们？这有一些符箓，足以再领200-300灵石。符箓？这还差不多。哎，这张不行。嗯？干什么？竟然还想抢东西！一张破成这样的旧符，主人了吧？看把你紧张！你们落云宗都穷成这样啊！谁？你要干什么？不干什么，只是听阁下3番2次说我们落云宗如何，能当韩某面再说一遍吗？元婴修士，弟子孙火，拜见韩师祖。弟子眼拙，不识师祖真身，多有冒犯，望师祖恕罪。
前辈息怒，不知此地发生了何事，可有晚辈效劳之处？没有什么，只是听见贵城的这位店主对我们落云宗颇有微词，故而想让这位道友当着韩某的面再讲一遍而已。啊，明白了，必然是此店主在这胡言乱语，断不敢顶撞前辈。你们几个还不快赔罪！前辈，晚辈有罪犯了口业，但绝无对贵宗无礼的意思。刚才这位道友损坏的火云符，晚辈祈愿不要赔偿，只当是给前辈赔罪了。对，赔罪了。怎么，你以为我在这里是想以大欺小，占你便宜吗？你这符箓，当真是什么大师绝版之作吗？我看看，若是真的，灵石我赔你；若是假的，前辈饶命啊！这确实只是普通符箓，晚辈甘愿受罚，甘愿受罚。前辈请放心，此人如此不守规矩，晚辈定会重罚，给前辈和贵门一个交代。那便交给你了，我也没这闲工夫管这小事。是，前辈放心，都给我带走。跟我走。告诉你，我老老实实的交代。走。是。适才那张旧符纸，再拿出来给我看看。哦。你祖上是不是也出身虚国呀？师祖怎么知道？在家园城里开客栈的，名叫孙二狗。师祖这都知道？元婴期的神通这么厉害的吗？元婴修士也不是算命先生。这张符箓是我留下的。啊！您就是族谱上记载的那位仙人，晚辈乃孙二狗的第7代玄孙。哎，坐。不，怎么变得这么瞻前顾后起来？当年你筑基了，不也能与我这炼气师弟平辈相交吗？今日让你做，你便做。算起来，自从我结阴之后，倒是没怎么见过你。怎么，不是一直念叨要拜个师傅什么的？其实，当时知道您的真身之后，晚辈倒也想过再去拜访。前辈，您是知道我的，我最不擅长这种事情了。也是，这一点倒是跟以前一样。也罢。你资质不错，只是有些不得其法。这样吧，你回宗之后去白凤峰，寻我新收的结丹徒弟柳梅。平日修炼若有不明之处，可以找他解惑。谢师祖。我也给吕长老传音，你就先去他那间阁楼暂避风头吧。此间鱼龙混杂，须臾之间敌我难辨。城中虽有规矩，但若私下遭了算计，不一定每次都有人助你。是。哎，等一下。你那把剑，我早就想跟你说了，你买的时候让人宰了，不值那么多灵石。这把，你拿去用吧。这怎么好？谢师祖。主人对这孙火还真是格外的照顾呢。没什么，只是此人性子磊落豪放，不善心机，倒像个游侠之辈，总让我想起一位故人。
交易会第4日，还请道友来此玉简标明之地一聚。有劳君侯久候了。韩道友，我是信任了。道友来的正是时候，请。一会儿我与道友逐一介绍。诸位，韩道友到了。是你？结丹后期了，挺出息的嘛。这另一人，想必就是当年燕家堡那位患病的小姐了。哼，没想到在此地还能遇到故人，真让韩某有些意外。怎么可能？你竟结成了元婴？怎么回事？你认识这位道友？二伯，此人就是我与你说过那个黄风谷姓韩的。放肆！韩道友已经是元婴修士，又岂会和你一个小辈一般见识？在下鬼灵门王天谷，当年之事是小侄不识真人，多有冒犯，但还望道友看在此次同行的份上，将此事暂且接过，如何？即便当年我与王小友有过一番局域，但时过境迁，韩某又怎会与一个晚辈计较？阁下多虑了。计较？此人3番5次欲置我于死地，我跟他的账可还没算完呢。那就谢过道友了。回去后我会严加管教小侄的。倒是道友，不过短短200余年，就从筑基进阶到元婴，当真令人惊叹。若是假以时日，即便是元婴后期，也并非不能指望。哼，如此看来，王某与在场诸位，倒都是显得资质愚钝了啊！这老东西想让我成为众矢之的吗？这位道友，当真只有200余岁吗？诸位，稍安勿躁。韩道友，请。今日大家相聚在此，共谋大计，切不可为些许小事伤了和气啊！各位道友虽境界不同，功法各异，但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神识都异常强大。其他人倒还好，怎么还混进来2个结丹小辈？有道友，像我等这般神识强大之人，可实在是不好找啊。这2个小辈虽修为尚浅，但2人联手施展秘术，短时间内神识可是不弱于元婴修士，倒是勉强可以一用啊。
今日邀诸位来此，是想延请诸位陪本侯跑一趟木兰草原。我没听错吧？木兰草原？道友误会了，我指的不是深入其中，而是在100里之外的边缘地带。那也是非常冒险的事，外人不知，但我等各势力高层都心知肚明。木兰人这些年蠢蠢欲动，如今正驻扎在边境之外，还聚集了不少与我等同阶的元婴法士。万一被其察觉，陷于敌阵，又当如何？恐难全身而退呀！元婴法士精于各种高阶灵术，本侯曾和他们交过手，确实难缠之极。哼，那又为何要去啊？说的是，南龙道有三思啊。所以那地方到底有什么值得我们去冒险啊？道友姿势体大，本侯不希望有除我等以外的第10人知晓。云道友，请吧。苍坤上人的一级洞府，够不够分量啊？苍坤上人，你是说传说中数千年前力压正魔2道的那个狂修？力压正魔2道，狂修，苍坤上人。苍坤上人，在天南的历史上，能被正魔2道魁首皆称之为疯子的，也就是他了。当年这位胆大包天的狂修，可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天南第1人。一身神通高深莫测，横扫正魔2道，难逢对手，但终是犯了众怒。天南各派元婴群起而攻之，相传那日此人以一敌10，打得天昏地暗，终是法力枯竭，当场爆体而亡。一代传说也就化为了尘土。但传闻终归只是传闻，说不定这个故事也还有另一种结局呢。当日濒死之时，苍坤上人自曝了修炼的傀儡化身，施展瞒天过海的手段逃了出来。不过经此一役，也是元气大伤，不复从前。直到我和云道友找到了其坐化之地，才从遗留的信息中得知，这老疯子自知时日无多，竟打起了坠魔谷的主意。最后冒死闯入此谷，还成了天南历史上唯一活着走出坠魔谷的人。苍坤上人，还有坠魔谷。天南第1狂修所留遗址，可能源自坠魔谷中的奇珍异宝。无论是哪一个理由，对于我等元婴修士来说，都是难得的造化。只是韩某不解，二位为何不独享这天大的机缘？莫非是这遗迹的开启
需要数位神识强大之人。实不相瞒，若是我二人能够独自取宝，那自然是不会与他人分享的。但洞府外设有一上古禁制，若是用蛮力消磨，势必耗时良多，容易被木兰人盯上。但若能集齐8位神识高强之人协力出手，不出1日，此禁定可攻破。好了，该说的我都说完了。有人想退出吗？想来也没有。那我们接下来便共同立下心魔誓言，绝不将此事外泄。怪不得这2人找的全都是元婴初期的，明显是怕真到分宝之时被人反客为主。如此维持平衡，也算煞费苦心。不过确实，元婴之后若是只靠苦修，远远不够，只有冒险在机缘造化中寻得契机，才能继续迈出一步。回去之后，将你与他之间的恩怨再细细说与我听。此人明显对你恨意未消啊！是二伯，没想到当年一念之差，竟给自己树了一个大敌。不过，你也不用过于担心。以血灵大法的无上威力，你们夫妇联手，也不见得就真惧怕那小子。待此秘法再行突破一层，你2人皆可尝试结婴。到时候谁找谁的麻烦就不好说了。不过，此行你们夫妇不要离开我太远，以防不测。多谢二伯。那小子原来曾是黄风谷的修士。那灵狐老鬼好像也来参加交易会了，他和那老鬼不会有什么瓜葛吧？罢了，无妨。这交易会还没结束，韩师弟，这就要走了？事发突然，有些紧急的事情需要处理。佩玲，还请吕师兄照拂一二了。放心，放心，我呢定会将他平安带回落云宗的。啊，韩师弟，有事尽管去忙，宗内有我和你程师兄。你跟着吕师祖多逛逛，长长见识，也不算白来一趟。给你的玉佩一定要贴身收好，若遇到危机，可以自行激发抵御。我亦会有所感应。好的，公子。诸位道友，可都准备好了？出发吧！韩道友可是第一次来这木兰草原，此处数万年前也算物资丰饶，不知从何时起，水源枯竭，黄沙漫天，已成不毛之地了。前面有点不太对劲。
没那么简单。好浓的杀气。木兰人的风灵术，以前与我交手的法师，施展的就是这种名为红尘万丈的困敌灵术。可隔绝神识甚是麻烦。我此番阵仗，仿佛是将此灵术范围扩大了千百倍。莫非我们已经暴露了？情况可能更糟糕。我们这是撞上了木兰人的先锋军了。百年养精蓄锐，木兰又要开始与天南的战争了。没人会料到，他们竟敢趁着交易会期间正面开战。事已至此，两条路：回去，另寻时机再来。但是世事难料啊，这期间若是出现什么差池，也说不定呢。即使绕开此地也不是办法。木兰人不可能就这一股先锋军，我们可以先隐藏身形，看看能否从中穿插过去。只要避开聚集的元婴法师，就能过去。木兰入侵，先锋意志不可轻视，速速备战。走吧，总有一招能传到的。希望九国盟这些人撑久一点。主持此阵的必是元婴法师，这数量不好，神识无法探出太远。大家都小心点，千万别走散了。护得还真是周全。等一下，有人掉队了。韩道友为何不走了？诸位，没有发现什么不妥吗？道友这话什么意思？我们在风沙里飞了这么久，一个法师都没有碰到，况且周围的景色一直也没有改变，代表了什么？各位心里很清楚。莫非有人施法暗算我们？没错，方才我也觉得有点奇怪，看来只能先做过一场了。只敢围困不敢一拥而上，说明高阶法师不多，速速突围，对方多半在等待援军。神识受限，明清陵墓也无法分辨，此阵没那么简单。出口一共有7个。神识都不好使，肉眼还能瞧出什么？看本侯的定心盘吧。跟本侯来！那2个元婴中期都没发现须弥虫的存在，那个元婴初期的绿衣修士却
却感应到。我这些还有什么用？传奇，除非动用魔神幡。穆上师传音说，穆上师，天风部和我们黄沙部向来不和。若真是对战起来导致圣幡损毁，我们凭什么坐稳这部族之中的位置？况且，木兰各部族向来矛盾已久，反观人家天南，面对大战却如此团结。哼！此次先锋大军由天风部率领，消息既已发出，就让他们去解决吧。我们走。好了，有惊无险，总算可以松口气了。到此处已有些距离，那些木兰人就算后悔了，也追不上我们。不可掉以轻心，这法师中有许多厉害的角色，拥有的神通也都不可思议。我们不好，是御风车！敢这么追过来，一共5个元婴，他们想缠住我们。不必缠道，分头脱身。3天后在玉简标记处集合。血色披风已催动到极致了，还未能拉开距离。看来这御风车还真是一件顶级的飞行异宝。不过只无若是施展雷遁术或血影盾，想来追人也是追不上的。才刚开始，还不到底牌进出的时候，我倒是有个想法。泽沃德温天人看中，贴身手拿，炼化后一直没机会使用，今日正好一试。阁下倒是个好友都很的，你我本无深仇大恨，不如暂且罢手，听老夫一言。此人修为已经元婴中期，在我之上，可仅凭他一人，却也留不下。不过看来他并不想在此搏命。哼哼，倒是个了解木兰人的好机会。天南修士与木兰法师之间还有什么好说的？他虽如此，不过与我修到此境，殊为不易。老爷无需拼个你死我活。穆某有几个问题，若是阁下的回答能让穆某满意，穆某也不是不能放阁下一马的。
回答，阁下听得懂吗？不如，阁下将此车献于我便放阁下离去，如何？欺人太甚，今日便拿你进去。灵异化形。天南人，就让你的身体成为这木兰草原的养分吧。这就是木兰灵树。别声卡了，此兵灵，老夫自身修炼数百年的玄经寒气所化，就算你能一时硬接下来，无法承受持续不断的这股寒气。别白费功夫了，先上路吧！不愧是木兰上师，不经历无数次的生死搏杀，是形不成如此敏锐的反应的。本座对你刮目相看了，木兰人。本上师修炼数百年的灵术，就是被此物破去的。这是何宝物？道友能否说来听听，让穆某开开眼界？阁下以为在下蠢吗？若想知道此宝名号，就拿你那冰晶灵术功法来换呀！哼，你这人怕不是蛮横无理惯了，动辄就索人功法财物。莫非是天南哪一宗派的少主？你这蛮夷，还不配知道本座名讳。穆某好言好语相待，换来如此折辱，会后悔的。本座今日便要挫挫你木兰的锐气。天南人，这是你自找的。主人小心，此物非同小可。我看得见。这是什么东西？若是被此山正面击中，无论什么重甲护盾，都会被直接碾碎。没用的，千重风，万道鹤，不死不休。此物竟然速度如此之快，不将敌人彻底镇压，便不会停下吗？果然，无论我在哪里，他都会保持追踪，并且碾压过来。还有余力反抗？被锁定的修士，就算费尽心力逃出，也会被再次锁定，一直耗到灵力枯竭。但只要速度够快，先撑不住的就是你。
力的消耗着实不小啊！而且，此物是你们准备用来摧城拔寨的吧？阁下这算不算公器私用啊？就不怕你们手里责罚？在我杀过的天南人中，你算是聪明的，但聪明人往往活不久。本上师早就通知了援军，一炷香时间，此地将被我木兰法师包围，等死吧！一炷香是吗？足够了。救他！记下了。元婴出鞘，遇机而逃了吗？木兰修仙资源这么匮乏的吗？堂堂元婴法师，竟然只有这么点灵石和资财。不过还是要恭喜主人获得这件重宝，嘿，还有这辆御风车，总算是收获颇丰。后续即使在苍坤上人洞府空手而归，也是不虚此行了。行了，还是正事要紧，得赶快和他们会合。没想到，韩道友竟比我等来的还要早，能在木兰人御风车的追击下安然脱身，真是后生可畏啊！侥幸而已。倒是王道友带着2个拖累，还能全虚全影的回来，才是让在下佩服得很呐。大家都活着就好。话说，此次战端一起，还不知会打上多久。历次交战，那些有头有脸的宗门都是会派元婴修士参战。是啊，天南各大势力联手之下，木兰人多半讨不到什么便宜。只是这次他们突然开启攻势，莫非是来了什么援军？哈哈哈，尤道友也到了，看来这次绝对没选错人。若是因为损了人手，无法顺利破除禁制，那可就不妙了。不对，尤道友好像在被人追赶。怎么会有2名法师追击道友啊？难不成又叫了帮手吗？我已经带着他们兜了2天2夜，实在无法摆脱，只能出此下策了。这2人有何神通暂且不论，胆子是真的很大呀，竟然没有退去的意思。难道
真想以2敌7不成？二位还不离开，是等着我们给你们收尸吗？哼，阁下说笑了。此地可是我木兰草原地界，待我们增援赶到，恐怕是尔等要变成尸体了。本想在办正事前少消耗些法力的。什么？怎么可能？木上是他，看似年轻的青衣修士，是那人吗？多半是了。撤！韩道友，那二人似乎对你很是在意呀。你们之前打过交道吗？哼，这老鬼又想借机挑拨。看来那木兰上士被打得肉身溃散，只有元婴遁逃的事，这二人是已经知道了。不认识。在下是第一次来木兰草原，甩开追兵后一直隐匿行踪，哪有机会见到其他法师？好了，不管那二人为何撤退，当务之急是离开这里，把正事办了。诸位道友，就是这里了。此地灵气稀薄，又无明显标记，若非南陇侯领路，还真是很难寻到。当真在这里？南陇道友，快些打开入口吧！且慢，在进入之前，我再重申一遍咱们此番商定的规则：进去之后，无论有何宝物，我和云道友要先挑一件，剩下的再平分。诸位道友，没有异议吧？未达目的之前，怎么说都会相安无事，但在之后会发生些什么，可就都不稀奇了。下面就是那太庙神境了，都小心些。果然能隔绝神识，这矿石看着倒有些熟悉。入口被封死了。道友，这是什么意思？哼，道友多心了，这是外面禁制自行启动，将石山弥合起来罢了。我们二人上次来也是如此，只需等待3日之后，此禁制最弱之际，我和南陇兄便可再次分开此山了。而且有此山在，
诸位倒也无需担心那些法师寻到我们了，不是吗？云道友说的是，只是初来乍到便有此变故，难免让人生疑。若还有什么机关，还请二位提前告知。好了好了，道友们，留神了，此处才是之前令我和云道友铩羽而归之所呀。好了，大家一起用神识之力破解此禁吧。此法虽胜在一个武字，却难免要耗费些时间了。无需这般麻烦。老身最近新得一件异宝，专克各种禁制。不过，若老身独自破此禁制，这宝物的优先挑选权，是不是也该有老身一份？白夫人，请吧。其他道友也是，若有谁能独自破除这里的禁制，都可以在我二人挑选完后，优先选一件宝物。这就是克制各种禁制的炉宝——雷火锥。好惊人的速度！若是没有风雷池，面对此等古堡的偷袭，当真是很难全身而退。不过光凭一种神通，恐怕还不足以破除此禁。这又是什么情况？太道友适才似乎触发了某层禁制。好，禁制怕是要反噬。诸位速速释放神识，还住！此阵名为太妙多宝万法阵，唯有以自身神识投入，抽丝剥茧，方可解开。一旦出了差池，必遭反噬，是故凶险无比。不过也有雷土成山、积水成渊的解法，只是要同时操控10余个阵法而已。对于大隐诀来说，也不算什么难事。精通阵法之道，
亮丽。二伯在天南阵法大师的名头，何人不知？哪轮得到他出头？这种时候，还要更沉得住气才行。毕竟是上古10大神境，岂是那么容易破除的？这么慢，到底行不行？没想到韩道友竟然真能独自破掉此阵，好，很好。韩侯和云道友说话算话，等我2人挑选完后，韩道友也可以优先挑选一件宝物。南陇侯，宝物虽好，但再往深处，不会还有什么禁止或者陷阱吧？放心，依照苍坤上人的遗言所述，只要破除了太庙神禁，之后畅通无阻了。老实人，谁会特意留下遗言呢？韩道友，请。此画轴，这便是苍坤上人。也许吧，颇有几分张狂之气。不过此图并非什么贵重之物，供奉在此，应该是有什么用意。有点古怪，貌似只是普通的绣像图。姑且将此物收起，等会儿寻到其他宝物时，再做归属吧。当年你留下的隐患还真不小啊！二伯，我……但此人刚才确实是破除了禁制，需要他逞威风吗？在场强者云集，只不过没有用全力而已。可恶！此人一天不出，我几时难安？行了，咱们走。实力为尊，永远都是修仙世界的硬道理。不过此人与我鬼灵门终归是个祸患。此处不在天南地界，若是有什么不测，想来那落云宗也无从追究。古堡，还有对元婴期有用的丹药，这一趟值了。虽都不是凡品，但对于传说中苍坤上人的名头来说，似乎有些不够看了。
前辈对这阴灵草也感兴趣，此物却是炼制阴寒类丹药的最佳药引。阴凝草只有100年期运毒的药性最强，如今此草在此待了不知多少年，用处已经不大了。没想到韩前辈除了精通阵法外，对炼丹术境也有涉猎，如烟佩服之至。燕小友，你不知道韩某和尊夫的关系吗？如此刻意与我攀谈，难道不怕尊夫发现？妾身怎会不知？当年燕家堡一事，妾身神魂受制，对外界浑然不觉。否则，妾身纵是死，也绝不会同意他们所为。若你知道，又当如何？做出决定的是你父亲，既然已经做了选择，就要为此承担后果。诸位道友，此地的宝物已然清点完毕。若是诸位没有什么意见的话，本侯便据此数量与诸位先行分配了。南陇侯和云道友都不准备先挑选宝物了？2层未必有2位想要的东西。王兄，你这话说的是什么意思？哼，没什么。王某只是觉得，2位若是现在不挑选的话，着实是有些可惜了。这里没有什么值得我们2人优先挑选的东西。韩道友呢？是否要在此先行挑选一番？在下与2位一样。既然如此，那这些宝物便给诸位平分了。黄禅小友与燕小友便算作1人份吧。走吧，咱们前往2楼。竹筒模样，还是件古宝，不知有何神通，威力如何？依照这几人反应来看，这重头戏便是在2层楼了。此处雾气弥漫，莫不是有什么机关毒瘴？有道友果然谨慎。无碍，寻常雾气而已。走吧。这雾气无风自散，有些古怪。此地竟然供奉妖神！青甲3手6臂，和范胜真片上的图案一模一样。莫非当年叱咤天南的苍坤上人，还与上古妖族有关？这写的什么东西？莫非是妖族文字？
确实是咬足文字。不对，虽大致相似，但更加晦涩难懂。道友且慢，王道友何意？要与老夫切磋一番吗？这就争起来了。道友多虑了，王某只是想确认一下，道友是不是只要此盒中之物，而放弃挑选其他东西的权利啊？哼，那自然是要先打开看看再说。若是毫无用处，老夫自是不会挑选的。王某没记错的话，我等答应2位道友的是先挑选2件宝物，剩下的再平分吧。可道友觉得挑完这3个玉盒，剩下的东西还够我等平分吗？果然按捺不住了。王道友有何打算？不妨直说吧。难不成想要毁诺吗？哎，王某可没有毁诺的意思，只是这里可分的东西实在不多。这些玉盒神识无法穿透，其中十有八九就是此地最为贵重之物了。说不定就有苍坤上人那深不可测的功法，或者如何从坠魔谷全身而退的秘密呢？此种情形下，2位道友还要先查验一番，再决定取舍。哼，不觉得过分吗？过分？老夫只知先前便是这般约定，到了这里东西不够分，又与老夫有什么关系？2位优先挑选，我们自是认的，只不过盒子就不必再打开仔细鉴别了。道友若是不放心，大可挑选其他东西，比如眼前这张寒玉床，也是难得一见的宝物。够了，不必多言。若是还有谁觉得王道友所言有理的，尽可站出来了。本侯倒是觉得王道友如此有恃无恐，不惜毁诺强出头，应该不只有台夫人一人支持了。哎，南冷兄不必动怒，王兄所言也非全无道理。道友总不能连一口残汤都不给我等几人留下吧？好，很好。看来你们几人早就沆瀣一气。是什么时候商量好的？一路上应该没有这个机会。那倒也谈不上，不过和2位元婴中期强者一起寻宝，我等在出发前自然是要小聚一下，好商量出几种自保和出现意外情形下的对策罢了。而眼下这种情况，正是预料的情形之一呀。韩道友，你也是如此想的吗？2个元婴中期对峙4个元婴初期和2个结丹后期，恐怕打起来也是势均力敌。韩某哪有什么意见？无论王道友还是南陇兄，讨论出什么结果，在下都不会反对的。南陇兄，跟他们说这么多废话作甚？这几人真以为联起手来就能让我等让步吗？简直痴心妄想！元兄且慢。
西甲，你果然将死宝贴身穿戴了。好，很好。没想到竟然连你也被他们收买了。收买，恐怕他才是主谋吧。几位道友小心了，绝不能放这厮离开此地，否则以他的修为，伤势恢复了，我等的麻烦可就大了。我说的没错吧？苍坤上人的唯一后人，南龙侯。苍坤上人的唯一后人，杀了他，他的那些宝物，大家就平分了。韩道友，你若现在肯和我们联手合作的话，他身上的宝物也算你一份，如何？道友，非是我等背信弃义，也是你此番犯了众怒啊！联手，哼！一旦解决了南陇侯，这些人绝对不介意再多杀一个。若真想联手，早就拉我一起上义了。都活了几百年了，谁会信这种肤浅的把戏？我虽不知你们几人是何时被我这位结交了上百年的好友拉拢了，但是韩道友，眼下你我二人只有联手，才能换得一线生机。若是被逐个击破，就只剩形神俱灭的下场了。他只是强行压下伤势而已，不足为惧。尤兄先缠住姓韩的一时半刻。好说好说。等除去南陇侯，便是他的死期了。此人实力多半是这几名元婴中最弱的。接着，韩道友够仗义，这盒子送你了。若盒中真有什么坠魔谷的秘密，只要能活着出去，也算是道友的机缘造化了。都这个时候了，还能把护水东夷说得如此冠冕堂皇，此人倒真是个人物。长儿，你们二人去协助尤道友。是，二伯，我正想会会这位韩前辈呢。说了这么久，却无一人动手，看来他们对这南陇侯还是多有忌惮的。不害怕，你们上啊！谁第一个上，我便拉着他同归于尽。南陇兄，休要虚张声势了，拖下去只会对你不利。却是斥责圣殿。音乐，准备走了。收到，主人。闪，快退！小心，这人要逃！长儿，全力防御。是，二伯。休走！韩道友，周某早就想会会你了。挨得好！去！道友！
救我！这是鹰焰。好，没想到韩道友还有如此厉害神通，就二人联手，说不定真有与他们一战之力呢。别做梦了，既然你难逃一死。 我说你们什么时候成了鬼雷门的狗？二伯救我！先走一步了。姓韩的休走，禁止未开，他走不了。先与我擒住南陇侯。 等脱离了以下的危险再说。南陇侯，你可要多撑一会儿啊！多久？紫金斩，珠宝都不要了吗？韩道友，我困不住他们多久，只有一场开山棋，需要些时间，劳烦韩道友拖延一下了。起！ 竟能驱使太妙神技，临时控制，恐怕能发挥的威力不足1成，困不住多久的。你最好在他们破阵前打开出路。是那个姓韩的。不行。 太慢了，他们要逃了！必将百倍奉还！他们用的是何遁术，为何如此之快？今日放走了他们，日后必有麻烦。南陇侯施展的是当年苍坤上人的独创秘法万尺一线，是以大耗元气甚至精血为代价，将自身气息完全收敛的遁术。至于姓韩的那小子，竟有一对能够驱使雷电的诡异翅膀，应该是传闻中近似瞬移的雷遁吧？不必多虑，南陇侯那里我早有准备。那云兄的意思是？ 我早在此人的身上暗中动过手脚，
等他的精血不足以支撑万尺一线时，功法就会解除，自然能追上去将其灭掉。走吧，我们去看看游道友那里怎么样了。合力，血夫君，这是怎么回事？为何不施术帮长儿续之？我已经试过无数种法术了，可都没有一点效果。这股黑气在伤口处始终聚而不散，无法驱除。适才那一击实在诡异无比，护体虚无根本无法阻拦分毫。二夫君为何国内拦腰一掌，只来得及跳起一半？这是什么法术？这是一种未曾见过的顶级魔功，怎么可能？难道那小子跟魔道其余武宗有关系？真没想到，此兵竟然如此歹毒。游道友的肉身是保不住了，只能让他的元婴自行出窍，回去再找合适的躯体夺舍吧。也只能如此了。停吧！这又是怎么回事？还是没想到，他的元婴刚刚触碰到冰壁，就一下子燃烧起来，元婴须臾就焚化了。200余岁便进阶元婴，仅一个照面便能轻易灭杀同阶，精通阵法，还有某种顶级魔功，再加上诡异的雷遁术。韩立，你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哼，都怪这顺子当年没能弄死他。夫君，如今此人已成我鬼灵门的心腹大患呢。不愧是主人啊，竟然能想到藏在木兰凡人商队里的点子，这下子呀，便能神不知鬼不觉的离开木兰草原啦。这可不是一般商队，而是为了抢占天南资源而临时组成的小型部落。看来此次木兰人袭来，并非是为了劫掠，而是准备划地而治了。不过这一路上，怕是要耽搁些时日了。此行啊，还算顺利，就是没能一击灭掉那个叫汪禅的小子。哎呀，有点可惜。没什么可惜的，那人即使没有当场毙命，也绝对受伤不轻。再说，当时的情况下，若真的当场击杀了他，那王天谷绝对不会束手不管。先脱离险境最为重要，区区结丹小辈，我还不放在眼里。日后找机会，随时灭掉他。原来一切都在主人的计算之中。不过呢，此行收获颇丰。快看，3个玉盒。先前你们观察那画轴的时候，我就潜入2楼了。原本有6个的，被我拿走了1半。哎呀，就是我本来是想取走大半的，但是又怕剩太少，引起他们的怀疑。那苍坤上人留下的6个最重要的宝贝，如今4个都落在了我的手中。这一次倒真是不虚此行了。不过，主人胆子也真够大的，当着那么多元婴修士的面子，竟敢暗中出手，你就不怕让我先蹲进去被他们发现吗？那又如何？大不了施展血影盾，逃之夭夭就是了。况且，既然如此做了，自然有8、9成的把握。原本还担心你取宝后无法隐藏，但如今看来，你这遁术的神妙倒是远超我想象啊。哎呀，主人过奖了，主要
还是这些玉盒本身就能掩饰灵气，否则能否瞒过那些老怪物的神识，还是两说之事呢。这是，主人，怎么了？好厉害的毒！若是沾染上一丝，恐怕元婴修士都难以抵挡。这莫非是紫城洞蛮荒时期大名鼎鼎的古堡？你知道此物？大名鼎鼎，难道也是通天灵宝？这倒不是，但是此宝也是极其罕见了。这可是能大范围防御的顶级古堡，据说在元婴后期修士手中可以护住100里之外的生灵，不受任何伤害。用来困敌之时，也能自行释放一种叫玉阳真火的神通，足以灭杀强劲之敌。音乐。啊？你好像很了解这东西啊，莫非以前见过？我。主人如此一说，我才发现，残存的记忆之中，我好像很久很久以前就有过这么一间紫城的古堡。此宝既然如此厉害，为何玉简中不见苍坤上人使用此物的记载？看来十有八九是后来从坠魔谷中得到的宝物了。只可惜，我们打开的3个玉盒中都没有坠魔谷的消息。若是这最后一个玉盒中也没有，那就多半是在南陇侯那里了。第1个玉盒中的玉简中没有吗？那玉简之中是苍坤上人的自述生平，以及主修功法望月诀。我并不适合修炼，但其中几种秘术和修炼心得，我倒是可以借鉴一二。那主人，我们快点打开这最后一个盒子看看吧。这是指环。哎，这材料好像有点说法啊。看上去就像是……一个普通的法器呢。我倒是觉得，此物说不定大有来历，否则苍坤上人没必要特地将它藏于玉盒之中。既然暂时用途不明，还是先收起来吧。主人对坠魔谷也有兴趣吗？天南第一兄弟，也可能是天南第一宝库。元婴其中每一阶段的提升，绝不是靠闭关修炼就可以完成的。不过眼下，就算得到坠魔谷的消息，恐怕也会成为众矢之的。那些老怪物和大势力都会闻风而至的。再说，木兰人已经准备开战，恐怕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天南会更加的不太平了。好了。再有数日，我们便能离开木兰草原了。暂且闭目调息，
到时另选一条安全的路线，再回落云宗吧。嗯。